我朝东海第一美女的翘臀上狠狠来了一下，气得叶未央粉唇都快咬烂了。她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只是到酒吧喝了几杯酒，睁开眼身边竟躺着一个陌生男人。只因我受一个老前辈所迫，寻找一个身上纹有小猪佩奇图案的女子，于是流连于各种酒吧场所。叶未央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她抬起一脚就朝着男人踹了过去。喂，女人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好不容易回来睡个安稳觉，大清早竟然也不消停。当叶未央看到床单上的一抹烟火，心也瞬间凉了下来。不是吧，自己的第一次真的给了一个陌生男人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女人吗？切，什么样的女人我没见过？像你这种女人，如果不是你长得还算漂亮，又是第一次，加上昨晚我没地方睡，你以为你能跟我睡在一张床上？这个家伙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你睡了老娘，竟然还仿佛我求着你一样。原本他只是因为心烦意乱在酒吧买醉，却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一个花言巧语的男人，最后还跟对方睡在了一起。但想起昨晚意乱情迷间也有自己主动的成分，叶未央只得压下心头的怒火。昨晚的事你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走，女人，昨晚你睡了我，就这么让我走了？而且我昨晚只顾着疯狂了，也没认真看过你的屁股呢。实不相瞒，以前英国公主跟我睡了一觉后，非要给我一座岛，我都没要。至于你，毕竟是我回来后宠幸过的第一个女人，就不跟你要酬劳了。你说什么？问我要酬劳？叶未央只感觉眼前这个男人疯了。还英国公主？你这是做梦还没被尿自醒吗？多少男人垂涎我的身体，你得了便宜竟然还卖乖，还要看我的屁股，滚！女人，能够让我看你的屁股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叶未央以为你又要当牲口了，那种疯狂让他又期待又害怕。突然一道撞门声响起。不许动，把手放在脑后，扫黄。叶未央懵了，他快速把脑袋深深埋下，把头抬起来。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叶未央只感觉浑身僵硬。快点，头抬起来。哥，我不是。未央，叶逢春显然也没料到扫黄会扫到自己的亲妹妹，正想询问两句，却听到厕所里传来了洗漱的声音。里面的人赶快出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不就是看一下屁股吗？搞得这么兴师动众。把他给我带走。很快我便被带到了警局审讯室，叶逢春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，转身走出审讯室，用力将门关上。未央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今天可是你跟赵公子定亲的日子，你竟然跟别的男人开房。我只是有些心烦，去酒吧喝了点酒，没想到会这样。唉。叶未央此时也冷静了下来。哥，我早就说过，如果非要让我嫁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把第一次给赵岩的。胡闹！叶逢春抬手要抽叶未央，但最终还是没舍得打下去。未央，今天这件事绝对不能让赵公子知道，回头我会想办法将那个男人关在这里24小时。待你跟赵公子订完婚后，我会让他对昨晚的事守口如瓶。哥，昨晚的事跟那个男人没关系，你放了他吧。放了？不可能！说完，叶逢春转身进了更衣室，换了一套西装后走了出来。我们先去订婚的酒店。逢春，刚刚抓回来的那个家伙不见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他要是有那个本事，我喊他爹。审讯室都是悬风立的，又是被锁在特制的椅子上，怎么可能跑出去？真跑了，不信你自己去看看。到了审讯室，看到被打开的手铐以及铁门后，叶逢春惊掉了下来。我这嘴啥时候开光？莫名其妙矮了一倍，真他妈晦气！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找啊！离开警局后，我直接打车来到了一处婚介所。抬头看着婚介所的名字红浪漫，曾经的记忆涌上心头。小凡，你放心，等你长大了，找老婆的事就包在姐身上了。虽然爸妈抛下了我们，但有姐在，不会让你受苦的。你好好去当兵，回来后姐开个婚介所，把所有漂亮的女人养成闺蜜，让你一次性挑个够。再看着婚介所里那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，我的眼眶微微发红。苏妲己，这是女人的名字。记得当时自己不过3、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父母领着比自己大了2岁的苏妲己来到自己面前，并告诉自己以后苏妲己就住在家里，是自己的姐姐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多了一个把自己宠上天的姐姐。只不过好景不长，10年前父母突然失踪，我跟苏妲己一下子成为了孤儿。7年前我决定去当兵，这一去便是4年。后来因为犯了错被关押了几年，在监狱里我结识了一个怪老头，对方似乎无所不通，天文地理医道传承等等都精通于心。不知不觉我和怪老头成为了挚友。7天前怪老头突然间生命垂危，临死前将一块玉扳指交到了我手里。小子，以后你便是人皇了。我这才知道怪老头的身份，对方竟然是10几年前江湖上号称人皇的地下之王。我的本事你也掌握差不多了，凭着你的手段，执掌地下世界不过是轻而易举之事。还有，回到都市后好好帮我照顾你的3个师娘和3个女儿，他们的右半边屁股上纹上了一个特殊的标记，记住一定要娶了他们。怪老头死的第2天我就离开了监狱，为了完成怪老头的遗愿，我只得纵横华夺，寻找屁股上有印记的女人。姐，小凡，你回来了，想死姐了。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你这个臭小子，当年你去当兵杳无音信，姐还以为你死了呢。
姐，我们不是小时候了，你这成什么样子？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害羞了？从小到大，你身上哪里我没见过？难不成7年不见，你在外面有了新欢，就不想姐姐了？哪有，外面的女人再多再好，永远都比不上姐姐的一根手指头。臭小子，没想到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。对了，你回来的正好，陪我去参加一个婚宴。原本我想把他介绍给你的，只不过你来迟了，简直太可惜了。嘿嘿，我那些闺蜜看到了你这个大帅哥，肯定会流口水的。快走吧。车上在苏妲己的追问下，我将这些年的经历也大体说了一遍，只不过并没有提龙牙跟自己成为人皇继承人的事。从苏妲己嘴里，我也得知了即将要参加谁的订婚宴。未央集团号称东海第一美女总裁叶未央，同时也是苏妲己少有真正要好的闺蜜。哎，其实未央根本就不喜欢那个赵岩，只是没有办法而已。要不是他的未央集团资金短缺，即将破产，他也根本不会答应赵岩的追求。来到酒店停好车，苏妲己拉着我就往里走。小凡，我带你去认识认识我闺蜜。之前我无数次提过你，她对你还蛮有兴趣呢。我也没想多，抬头间却看到一道熟悉的人影。这不是刚才抓自己的警察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还西装革履，打扮的一丝不苟，明显是来参加订婚宴的。如果让对方发现，恐怕又免不得一通麻烦。姐，你先去吧，我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，先去趟卫生间。苏妲己无奈，只得先来到了化妆间。妲己，你终于来了。苏妲己打量着叶未央，总感觉今天的叶未央有哪里不一样。未央，怎么感觉你今天更有女人味了呀？叶未央脸一红，将周围的人都赶出了化妆间，这才把昨晚的事大体说了一遍。什么？你真那么做啊？虽然那个男人看起来不如赵岩有钱，还吊郎当的，但我总感觉那个男人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未央，你不会喜欢上那个男人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何谈喜欢？那倒是，算了，不说这件事了。未央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弟回来了。真的？快让我见见。那个臭小子说是去厕所，我现在去把他拽过来。另一边，我跟苏妲己分开没多久，就见叶逢春朝着自己走来，看那样子，叶逢春似乎也发现了自己。不行，这样子迟早被追上。奇怪，刚刚那个家伙怎么那么像我爹？呸呸呸，是那个混蛋，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算了，先回去订婚宴吧。还好，终于走了。我正要离开，却听到外面又传来了开门声。我去，不会这里住的人回来了吧？片刻后，一男一女进入了客房。亲爱的，一会儿你就要订婚了，叶未央知道我们这样，会不会气炸了？管他呢，反正我跟那个女人只是交易。那以后你不会忘记我吧？放心，订婚后我会想办法得到未央集团，只要公司到手，我立刻把叶未央扫地出门，到时候光明正大娶你进门。俩人一边说着，迫不及待纠缠在了一起。没想到来混吃混喝，竟有现场直播可以看，男主角还是叶未央的未婚夫，简直太劲爆了！好东西要分享嘛。2分半后，你自己处理一下，我得赶紧去订婚现场了。切，如果不是看在你有钱的份上，就这点时间，老娘才不伺候你呢。趁着没人，我赶紧从客房离开，却正好碰到在找自己的苏妲己。臭小子，上个厕所你怎么跑这里了？赶紧跟我走。姐，等等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臭小子，大白天你给我看这东西干嘛？你要是想看的话，回去我的电脑还有好几百个 G 呢。姐，你看看里面的男演员是谁啊？怎么？难道这些年你没当兵去拍片了？姐，里面的男人是你好闺蜜的未婚夫。哪里？好啊，没想到赵岩竟然是这种狗东西。小凡，跟我走。未央，给你看样东西。苏妲己将刚才的视频放到了叶未央面前。这个视频是哪里来的？诺，我弟无意中发现的。这也太巧了吧！自己昨晚刚刚睡过的女人，竟然是自己姐姐的闺蜜。如果被苏妲己知道，肯定又少不了一番盘问。你去哪？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闺蜜叶未央。嘿嘿，你好。哦，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呀。你不是想看我的屁股吗？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敢吗？女人，机会不是你给的，是我争取的。啥情况？你们认识啊？有本事跟我来。喂，你们在搞什么？我这个大活人还站在这里啊！订婚现场人声鼎沸，西装革履的赵岩正等在舞台上，这时却发现叶未央竟拉着一名男子的手走了过来。未央，他是谁啊？姓赵的，别叫我未央，我听着就恶心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走。狗杂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姐，我的手机被摔坏了，刚买的花了7800块钱，要让他赔钱。想要钱是吧？这是1万块钱，赔偿你的手机绰绰有余，钱你拿到了，赶紧滚蛋。
我只要我的手机钱就行了。至于这2200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还你。对了，现在我可以看你的屁股了吗？你想看是吧？好，我让你看。不等苏妲己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叶未央竟然直接扒掉裤子背对着我。真白啊，但是没有任何标记。很遗憾不是你。姐，我先回婚介所等你了。什么情况？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空气？未央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呀！他就是昨晚那个牲口。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在确定叶未央身上没有印记后，我便准备从叶家别墅离开。这时后面却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你给我站住！傻子才站住！你等着，别让我再碰到。”叶逢春回到别墅内，却见母亲也在。很快，叶逢春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因。岂有此理！我原本以为赵岩是你的良配，没想到竟然是个第三条腿不老实的混蛋。老子真应该把他的头打扁。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如果不是我弟，现在未央恐怕已经被赵岩占便宜了。你弟？叶逢春本就喜欢苏妲己，面对苏妲己时顿时换了副哈巴狗笑了。什么？原来是咱弟啊！是我弟，不是咱弟，你别瞎套近乎。嘿嘿，一样的。不对呀，咱弟不是去当兵了吗？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妲己的弟弟就是刚才那个家伙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逢春，你先出去，我跟未央和妲己聊聊。好的。未央，既然现在把妲己的弟弟都牵扯进来，那你就跟他结婚吧，感情你们可以慢慢培养，至少这样可以让赵岩死心。未央，我弟弟是什么样我知道，嘿嘿，7岁那年有次尿尿，把邻居家的大妈都惊到了。妲己，说正事，这件事你回去跟你弟说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此时我正往婚介所走，却发现后面有人跟踪，于是转身走到旁边一条小巷，出来吧。片刻后，一道穿着紧身衣的窈窕身影走出来，是那个老东西派你来的。当初我离开亚特兰蒂斯时，该说的已经说了，他还想干什么？死神，你是我们龙牙最强的死神，老大想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回龙牙。玫瑰，当初我跟老东西做过交易，如今人皇已经死了，所以交易已经完成，我不会再回龙牙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你回去告诉老东西，我如今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当年的事也不用再提。老大，死神还是不想回去。罢了，既然他不想回来，就随他去。至于你暂时先留在东海好了，如果他有任何需要你，就尽一切力量帮忙，毕竟我们龙牙欠他的。我并没有打车，而是徒步往婚介所走，同时脑海中也陷入了久远的回忆。想当初我以绝对意义的战绩进入龙牙，用短短2年时间成为龙牙最恐怖的死神。后来因为犯了大错，被送进亚特兰蒂斯监狱，而龙牙的老大则借机提出让我监视一个人，那个人便是人皇。我并不知道人皇的身份，但人皇却是把我视作亲儿子一般，毫无保留地传授了我一身本领。不知不觉中，整个监狱的人也将我当成了新一代的人皇。如今已没有人皇了。对于地下世界的事，我并不想掺和，但是我也明白，恐怕有些事一旦牵扯进去，就会身不由己。叶家别墅，妈，我不同意，你不知道那个家伙多么可恶。当时我把他们堵在酒店的时候，未央都不敢走路了。叶倾城古怪地打量了叶逢春一眼，儿子，你还是处吧。妈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要把第一次留给妲己。逢春啊，你天天扫黄，竟然什么也没学到，真是白瞎了你这个职业。想当年，你爸能让我3天下不了床。妈，我爸难道是混蛋？叶逢春从小到大问过叶倾城很多次关于老爹的事，但叶倾城从来不说，只是每次看到叶倾城提起老爹，都是一副陶醉的模样。难道老妈是个受虐狂，被打得3天下不了床，竟然还想念那个混蛋老爸？是啊，你爸确实是混蛋，而且是个超级混蛋。逢春，你去查查那个林不凡吧，我等你消息。回到警局，叶逢春迫不及待登录警用系统，查找林不凡的资料。4年当兵，3年坐牢。岂有此理！这个家伙竟然坐过牢。妈，那个混蛋坐过牢，绝对不能让他跟未央结婚。坐牢？在哪里坐牢的？没写，他的资料里只写着坐过牢，其他都没写，甚至只写他当过兵，没写在哪里当兵。我知道了。喂，我是二夫人。电话那头的人显然吓了一跳。二夫人，您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您在哪里？我现在就过去接你。你不用管我在哪里，你不是号称他身边第一密探吗？帮我查一个人。二夫人，您说。林不凡。叶倾城将林不凡的资料大致说了一遍。二夫人，您等我5分钟。查出来了，但是二夫人我不敢说。不敢说，他的身份很特殊吗？二夫人，我只能说千万不要与他为敌。我明白了。看来自己的女儿好像撞大运了呀！我还活着的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你会死。姐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臭小子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知道现在的未央集团可能遇到了点困难，但那不过是暂时的。
你想啊，叶未央不但人长得漂亮，又是大总裁，回头就算是未央集团破产了，她怎么也能拿到几千万吧？嘿嘿，一旦你们结婚，就算未央集团没有你的份，但至少你这辈子就不用愁钱花了吧？最关键的是，万一她破产分个几千万，按照婚姻法规定，你不是也能拿一半？据我所知，未央集团如今市值差不多10亿左右，你要是跟他结婚，能到手5个亿吧？退1万步说，就算破产了，那转手1亿能卖得出去吧？你直接到手5000万，天呀！我现在开这家婚介所才花了800万，你一下子就有5000万了。到时候你把这钱给我，我再开个更大的婚介所，给你介绍更多的好闺蜜，然后你再多勾搭勾搭，凭着你的姿色，姐岂不是很快就能变成富婆了？姐，你这算盘打的，全国的人估计都听到了。你确定我是你弟，而不是你的敛财工具？瞎说，你当然是我弟，但你长得这么帅，不替姐赚钱岂不是太亏了？我不干，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待我。好弟弟，只要你答应了，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牛肉面，好不好？哦，给我下面吃，你可是我姐，怎么能这样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哎，臭小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竟然敢跟老姐开车，还玩这种老掉牙的梗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年偷看隔壁寡妇洗澡，被我扒光衣服站在雪地里的情景了？姐，开个玩笑，嘿嘿。姐，我答应你还不成吗？只要你听姐的安排，以后姐养你。是啊，只要我努力工作，你一定会过上富婆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臭小子，你觉悟还蛮高嘛。未央，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我弟，但他说要结婚的话，非要先拿100万，唉，我也没办法啊。这变脸的速度，不去演川剧简直太可惜了。小时候坑我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开始坑起闺蜜来了。没再管苏妲己，我转身走到电脑前，打开相亲网站，开始填写自己的资料。姓名林不凡，性别男，爱好泡妞，择偶标准美女，最好屁股上有一个5瓣花印记，嘿嘿，完美。这一会儿功夫，苏妲己也打完了电话。搞定，臭小子，未央答应我的要求了，回头会拿100万给你，但也需要你答应他几个条件。反正你都答应了呗。不过对你来说也没啥损失，无非是一些条条框框的，就是关键时刻需要你出面应付一下，不是真的结婚。不过未央那丫头倒有一条，回头让你亲自去她公司拿钱，只给现金不打卡。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呢。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果然是至理名言啊。走，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先上楼收拾下你的房间，回头给你下面吃。打开卧室门，苏妲己指了指里面仅有的一张床，以后你就睡这里了。卧室里全部是女人的东西，一些内衣内裤还扔在床上。那是啥玩意？我去，老姐这么会玩吗？苏妲己脸部红心不跳，过去若无其事把那些东西收了起来。小凡啊，为了你，我可是操碎了心。你知道我开这个婚介所多不容易吗？为了更加了解那些女人跟臭男人的需求，我只能牺牲自己了。你自己玩自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算了，你是姐，说啥就是啥吧。姐，你不会让我跟你睡在一张床上吧？咋了？从小到大我们都睡在一张床上，我没嫌弃你尿床就不错了，你还嫌弃起我来了？姐，我早不尿床了好不好？嘻嘻，姐跟你开玩笑呢。说着，苏妲己拉着我来到了另一间卧室，看到卧室里的陈列，我不由心头一暖。这间卧室被打扫得很干净，里面全是自己以前的东西。臭小子，怎么样？这里还满意吧？满意，姐你辛苦了。这是啥？之前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看你就拿着这个袋子，怎么这里面全是宝贝啊？随着袋子打开，里面竟然足足10几个半圆形吊坠。我怎么感觉这东西有些眼熟啊？姐，这是一个老头给我的，你喜欢吗？喜欢的话送给你一个。对了，我记起来了，好像未央的妈妈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吊坠呢。你说叶阿姨也有？据怪老婆说，这些吊坠是当年她泡妞时用过的。每睡过一个女人都会拿出一块吊坠送给对方，并告诉对方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，总共有1对，让对方一定收好。莫非？对啊，一模一样。而且我那次还听未央说起过，她妈妈那个吊坠好像是什么传家宝。不会这么巧吧？可是叶未央屁股上明明没有怪老头说的那个印记啊，难道老东西在忽悠我？发什么呆啊，赶紧收拾一下，我先去洗个澡，回头我带你去吃大餐。不行，回头得找个机会试探试探叶倾城。洗手间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道摔倒的声音。姐，你怎么了？里面没有人回答，除了哗啦哗啦的流水声，管不了那么多。我直接走了进去，只见苏妲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直接上前抱起苏妲己，快速冲进了卧室。糟了，这是天寒症。看到苏妲己的痛苦稍微缓和之后，我紧紧将苏妲己抱在怀里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苏妲己的身体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苏妲己的意识慢慢恢复。臭小子，你隔着我了！我低头一看，顿时脸颊一红。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
我以为这次过不去了，没想到又挺过来了呢。姐，你这病是不是自从我离开后经常发作？姐没事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会治好你的病的。臭小子，你以为自己是神医啊？行了，姐真没事的。看着苏妲己的反应，我突然间明白苏妲己为何跟守财奴一样了。她天天努力攒钱给自己找女人，怕就是害怕她突然有一天不在，好让自己不再辛苦活着。姐，我真的能缓解你的病症，虽然不能彻底根治，但至少不会让你经常在半夜感觉寒冷吧？你等我，我去买盒银针。没过多久，林不凡急匆匆跑了回来，同时手里多了一盒银针。姐，你先躺好，不要动。臭小子，你真想给我扎针？姐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怎么这么粗？姐，你的病症有些特殊，普通的针灸没有效果，只能用针刀才行。这么粗会不会很疼？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技术很好的。可是我怕疼。没事，很快的。姐，你闭上眼睛，相信我。此时门外的叶倾城抬起手来，刚想敲门，听到里面的对话，不禁僵在原处。好啊，这姐弟俩竟然在瞎搞，简直岂有此理！哼，竟然跟那个老东西一个德行。好了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太神奇了，我竟然感觉浑身都酥酥麻麻。你太强了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必须要给女儿讨一个公道。你们。叶倾城的话到嘴边戛然而止。阿姨，你有事吗？叶倾城看着躺在床上的苏妲己，莫名一股危机感油然而生。妲己虽然是林不凡的姐姐，可跟林不凡没有半点血缘关系，这么下去女儿恐怕有危险啊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苏妲己脸颊泛起一抹酡红。阿姨，我刚才感觉不舒服，小凡给我治病呢。是吗？叶倾城对苏妲己身体不好的事也有一些耳闻，还是默默点了点头。听未央说，你弟答应跟未央的事了。我毕竟是未央的妈妈，想在你弟跟未央领证前跟他聊聊。那个，我先出去等着。叶倾城说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我刚准备跟着出去，苏妲己便叫住了我。臭小子，别忘了要100万啊！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我走出房间，来到1楼。此时叶倾城正坐在椅子上等着。你跟我来。车上，叶倾城仿佛漫不经心道：“你还懂医术？懂一点点。听说你也很能打。一晚上7、8次没问题。你懂管理吗？那还不简单。阿姨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普天之下，所有事我都懂一点点的。生个孩子吧。阿姨，别的事我都行，可生孩子这一块没有装备啊。叶倾城嘴角弯起一道优雅的弧度，将一瓶水递给了我。我是说，让未央给你生个孩子吧。阿姨，您真会开玩笑，我跟叶未央还没感情，我其实也就是为了应付我姐，顺便拿100万让我姐开心。至于生孩子的事，话还没说完，我只感觉一阵眩晕，脑袋一歪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人。没多久，叶倾城开着车回到了别墅，他将车放在地下车库后，直接把林不凡背进了地下室。叶倾城正准备把林不凡绑在椅子上，林不凡却抬起头来：“阿姨，您费这么大周折，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”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我明明在水里放了大量的安眠药，没有3、4个小时根本不可能醒过来，这才10几分钟，他怎么就醒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叶倾城没有防备，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被林不凡壁咚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膝盖还能碰到胸。阿姨，你的那点儿小伎俩根本瞒不过我的。见叶倾城脸颊泛红，我不由嘴角泛起一抹玩味的笑容，将手伸向叶倾城的胸口中间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叶未央的妈妈。看着林不凡一脸的邪笑，叶倾城正想发作，却见对方手里抓着一副项链。你个小崽子，把项链还给我。完全吻合，你是画皮吧？不愧是那个老东西的女人。我将手里的2个项链全部扔给了叶倾城。你是龙傲天的徒弟？龙傲天那个老家伙不是说自己叫赵日天吗？不对，好像有次睡觉他还叫自己叶良辰了。我呸，果然没一句实话，我只能算是他半个徒弟吧。叶倾城盯着玉扳指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挂了。叶倾城先是一愣，旋即眼含晶莹。呵呵，死得好，死得好。当年他突然不告而别，扔下我们娘仨提心吊胆，如果不是老娘我跑到东海隐姓埋名，现在恐怕早就死了。说着说着，叶倾城身体微微颤抖，缓缓坐下，抱着手臂抽泣了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叶倾城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你找到他的其他女人了吗？阿姨，你是我回来后找到的第一个师娘。哈哈，很好，我的好女婿，之前全是误会，怪不得你连我的蒙汗药都不怕呢。既然是他的徒弟，别说是蒙汗药了，就算是砒霜也毒不死你。其实我只是想试探试探你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那个老家伙说，在自己的女儿出生时，屁股上都纹上了一个5瓣花，可我看过叶未央的屁股根本没有，难不成叶未央不是你的女儿？你不是知道我的绰号吗？叶倾城转过身背对着我，对着自己的脸一碰道：
1分多钟再次转过身，那张脸却赫然换了模样。怎么样，阿姨这易容术还行吗？厉害啊，阿姨，怪不得我那个混蛋师傅对你念念不忘，这种感觉就跟每天晚上换人差不多吧。我呸，果然跟那个混蛋一样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小凡，走，跟我去未央集团，我现在就把你跟未央的婚事定了。叶倾城将手往脸上一摸，再次恢复原本的模样。擦，刺激啊！如果叶未央也会易容，每天晚上换个姿势就跟换个人一样，那是什么体验？阿姨，你这易容的本事有交给叶未央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每晚换人？阿姨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我不但没教他易容术，为了避免被你师傅的仇人发现，我还把未央屁股上的印记用特殊方法遮盖住了。这些年，我从未跟未央他们提起过以前的事，跟以前你师傅的旧人也不敢联系。走吧，去公司的路上我跟你细说。路上，我了解了一些当年叶倾城的经历。据叶倾城所说，当年叶倾城刚刚生下叶未央差不多1个月，老东西就突然间失踪了。在失踪后，那个老家伙还专门让人把叶倾城一家3口送到东海，并嘱咐他们千万不要暴露自己，等消息就行。结果这一等就是20多年。只不过怪老头当年为何失踪，又为何会出现在亚特兰蒂斯，叶倾城并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当年那个混蛋身边有很多红颜知己，我也明白，我只不过是他其中一个女人而已。其实我也奢望有一天他能够回来，但没想到再次得到他的消息，竟已是天人永隔了。师娘，其实混蛋师傅他心底里还是念着你的，否则也不至于让我回来找你们。不说这些了，不凡，既然你是他的徒弟，你迎娶未央我更没意见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未央的事是不是就是你的事？我总感觉叶倾城话里有话，但想起自己对怪老头的承诺，还是点了点头。那成，有你这态度我就放心了。车子很快来到了未央集团，我和叶倾城一起走了进去。你先去找未央吧，我去办公室拿一份文件。我也没多想，直接走向总裁办公室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出了威胁的声音。叶总，您怎么那么莽撞啊？你跟赵公子结婚那可是天作之合，现在把赵公子得罪了，银行不肯贷款给我们，赵公子又不肯拿钱，这么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公司就完了。是啊，叶总，我看你太过意气用事了，当时订婚现场你竟然拉着一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家伙充当男朋友，这不是打人家赵公子的脸吗？叶总，你现在赶紧去医院看看赵公子，向赵公子道歉，或许咱们公司还有回旋的余地啊。够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赵岩做了那等龌龊事，就算是公司真的破产了，我也不会跟他结婚的。叶总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请把我的股份还给我，我辞职。没错，把我的股份还给我，我也辞职，我也辞职。看到几个大男人居然欺负一个女人，我当即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些混蛋。你怎么来了？诸位，你们都收了赵岩的好处吧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闭嘴！你敢打我？我是未央集团的副总冯乔生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保安呢？把这个家伙给我拖出去！拖出去！都不许动！你来干什么？你这总裁当的，那里小也就算了，脑子还不知道扔哪里去了？难道你还没看出来，这些人都被赵岩给收买了？你跟他们争辩不是徒劳吗？你既然说自己没有脑子，你是来添堵的吗？保安，把人轰走！哪里蹦出来的小杂种？谁再废话一句，老子弄死他！你敢？来看我敢不敢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大哥！周围的那些高层个个吓得噤若寒蝉，一众保安也懵了。他们虽然是保安，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狠的人啊！你们是吃叶未央的饭，还是吃这些狗屁副总的饭？众保安面面相觑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应答。叶未央是我女人，谁敢乱动，老子让她好看！众保安吓得都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。哥，你说整谁？我们听你的。有前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斌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安保队长了。哥，我本来就是安保队长。我任命的安保队长能一样吗？下个月开始，你工资再加3000块。谢谢哥。林不凡，我才是总裁。一边去，这里没你什么事。我才是公司总裁，你让我一边去，岂有此理！好了，新任安保队长陈斌，给我盯好了，刚才谁叫的最凶，把他揪出来。陈斌立刻带领着那些保安，把刚才叫的最凶的那些高层都揪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叶未央本想骂林不凡，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这些保安之前被冯乔生威胁，看我是个弱女子，根本不听使唤。林不凡3言2语竟然就把他们驯服了，这怎么感觉我特像个废物啊？喂，发什么呆啊？赶紧去拟定合同，他们不是想拿回自己手里的股份吗？那就满足他们。什么？林不凡，你胡闹什么？你知道现在我的公司是什么情况吗？公司账面上根本没有1分钱，我哪里有钱回收他们的股份？没有1分钱，那我借给你。你有钱？难不成他还是个隐形的富豪？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零钱，有1块的，也有5块的。嘿嘿，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了，看在咱们这么熟的份上，先借你的。这所有加起来连100块钱都没有，你特么玩我呢？你们谁是法务部的？立刻去拟定7份合作，老子要用1块钱收购他们手里的股份。冯副董是吧？
你不是要股份吗？这是1块钱，你收好，回头股份我就完全收回了，你没意见吧？冯乔生本想咒骂，但看着林不凡手上的家伙蠢蠢欲动，心里害怕无比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法务部的经理也吓傻，根本不敢怠慢，赶紧去拟定合同。在叶未央那目瞪口呆的眼神中，林不凡非常公道的分别用1块钱收购了他们手里所有的股份。滚吧！直到那些高层都离开后，叶未央才回过神来，脸上还写着不能置信。你这是强盗啊！你不怕他们报复？报复？呵呵，白纸黑字，他们自己写的，报复什么？这个人不只是一个牲口，简直就是一个强盗。早定那些高层，我直接给现场其余保安又每个月提了1000块钱工资，把那些保安高兴的嘴巴都笑成了菊花。众人离开后，叶倾城拿着一沓资料，扭动着性感的腰肢走了进来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操心你跟小凡的婚事了。诺，这是结婚协议，你们俩看看，赶紧把字签了。对于刚才总裁办公室里发生的事，叶倾城早就看到了。现在看来，老东西的这个徒弟绝对霸道啊！叶未央狐疑不定的拿起结婚协议看了起来，只是看了2眼，叶未央就呆住了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根本不是结婚协议，是我的卖身契。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卖你？这内容可是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拟定出来的。你瞧瞧，明天你们领证，1个星期之内把公司交给小凡，1个月之内怀上孕，1年之内生下孩子，接下来争取3年2个，5年3个，我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，有什么问题？妈，究竟我是你女儿，还是他是你儿子？你这合同不但把我卖了，还把我当成母猪了啊！废话，你当然是我女儿了，可小凡也是我女婿啊，好女婿，你看这合同怎么样？你还满意吧？老妈是不是魔怔了？自己跟林不凡结婚不过是为了应付赵岩的纠缠，怎么老妈转头就把自己卖了？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花招威胁我妈了？我一阵无语，拿过合同看了2眼，顿时2个头一个大。阿姨，我知道我很优秀，可我不想要什么公司。再说了，我跟你女儿结婚只是做爱做的事，并不是为了生孩子为目的的。你这3年2个、5年3个的，怎么搞得我跟种马一样了？怎么听这口气，你还心不甘情不愿？妈，你是不是被他威胁了？如果你真被他威胁，说话不方便的话，就眨眨眼睛。如果他敢在这里动手，我直接让我哥把他抓起来。眨什么眼睛啊？小凡，未央这孩子不懂事，你别放在心上，赶紧把字签了。公司不是还有3个亿的缺口吗？你想办法先把缺口补上，暂时度过眼前这个难关，你说咋样？我补3亿缺口，阿姨，你觉得我很有钱？叶倾城使劲点了点头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你那个混蛋师傅肯定把钱都留给你了，3亿而已，不过是小菜一碟吧。我这才明白，这个叶倾城早就打那笔钱的主意，难怪是惯老头的女人啊，这算盘打的都快赶上苏妲己了。但那笔钱现在跟自己没关系啊，当初怪老头咽气前都说了，如果自己去继承人皇的位子的话，那笔钱我就可以随便动用，否则的话1分钱都动不了。没钱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。阿姨，刚才为了处理公司的蛀虫，我都搭了7块钱，回头记得让叶未央还我啊。我呸！妈，你让我嫁给这种人，还把公司交给他，还要给他生孩子，你真不用眨眼睛。你这丫头没完了，死丫头！你妈我没被威胁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签字！我不签。叶未央将嘴一撅，但她知道自己老妈做决定的事，9头牛都拉不回。但旋即灵光一现，除非他能把3亿缺口给我补齐，否则的话打死我也不签字。死丫头，反了你了！这可是拴住林不凡的大好时机。既然他是那个老混蛋的徒弟，不知有多少女孩等着抢呢。如果那几个师娘万一知道了林不凡的存在，哪里还有女儿的份？妈，你就算是打死我，我也不同意。叶倾城这个气啊，但一时又无可奈何。如果我能拿出3亿，你是不是就可以给我100万了？当然，我正好知道一个银行经理，但那个银行经理很好色。林不凡，如果你能陪我去贷款3个亿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你100万。但是结婚协议我们自己定，不能让我妈定。成吧，其实我不是为了你拿100万，纯粹是看到好色的银行经理不顺眼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妈，你赶紧找你的闺蜜打麻将去吧。叶未央的眼角瞬间露出奸计得逞笑，出了未央集团，我便跟着叶未央一起驱车前往目的地。10分钟后，车子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口，随后叶未央便直接带着我来到了经理办公室。进来。叶未央推开门，办公室里坐着一名中年女人，看起来足足有300多斤。我左右一环顾，你们经理呢？我就是经理。胖女人抬起头来，只是扫了我一眼，眼底深处顿时闪过一抹异彩。哟，这不是叶总吗？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叶未央虽然对这个胖女人非常不爽，但还是努力挤出一丝微笑。张经理，这是我新招的司机林不凡，上次我想要贷款3亿的事，今天由他来跟您谈。是吗？胖女人赶紧站了起来，肆无忌惮打量起了我。怎么回事？你说的那个好色的经理，不会就是他吧？
对呀，我又没说对方是男的，放心，只要你能从他手里帮我贷出3亿来补齐公司的缺口，你要的那100万我立刻兑现。他言罢转身离开，顺便将房门重重带上。小样，跟我斗！这个经理名叫张美丽，之前叶未央来贷款老是受刁难，受了赵岩指示，还怂恿不让别的银行给未央集团贷款，但他偏偏好男色。据说凭着职务之便，张美丽已经潜规则了不少年轻男女。办公室里，张美丽盯着我，口水都快流出来。你是叶未央的司机，那你会开车咯？当然。坦克呢？那还不容易，别说坦克了，就连飞机都没问题。真的？张美丽眼睛目发亮，忽然间站了起来，然后一屁股坐到了办公桌上，冲着我抛了个让人恶心的媚眼。快过来开啊！我差点当场狂吐。老子好不容易正经一次，却被人弯道超车了，特喵的！你这个老女人说的坦克是自己啊？算了，大不了把这些年给苏妲己存的钱先拿出来应付一下。谁叫叶未央是自己盖过章的女人呢？老东西，我要把自己这些年用命换来的钱拿回来。死神，你可是最有希望成为龙牙下一任龙头的人，难道你真不打算回来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那些钱我怎么拿？电话那头的老者似乎有些遗憾，但还是如实将一个账号报给我。这个账号本就是你的名字，不用实体卡，只要你报出账号，里面的钱全是你这些年的功勋。谢了，我直接挂掉电话，望向正用舌头舔着嘴唇色眯眯盯着自己的张美丽。提钱多少？我哪知道？嘿嘿，像你这样的小帅哥，一次2000好了，只要回头你把我伺候好了，就不用当叶未央的司机了。什么一次2000？我说我要提钱，赶紧的。你要干啥？哇，你好慢，人家好喜欢。滚！我自己输入相关数据，下一秒电脑屏幕直接弹出了一串大大的红字：黑金客户。这是啥情况？张美丽正满脸期待我继续蹂躏自己，可一看到屏幕上弹出的字后，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她满脸诧异盯着我，宛如见到了什么可怕的怪物一样。看什么看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张美丽回过神来，转身朝着外面冲去，伴随着房门打开，张美丽差点跟正在偷听的叶未央撞了个脑袋。张经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看到张美丽那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狼狈模样，叶未央心里不由咯噔一下。玩得这么刺激？张美丽哪里有功夫跟叶未央说话，踉踉跄跄跑向行长办公室。不多时，张美丽领着一个中年男人慌慌张张跑回来，然后俩人进屋后，又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。3人行，妈呀，好恶心！10几分钟后，我昂首挺胸走了出来。张美丽跟行长点头哈腰。黎先生，您慢走，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开口，只要我们银行有钱，您一句话就成。对了，未央集团的3个亿，回头我们就会给打到账上，而且不收任何利息。行了，别送了。赵行长，您说我们公司的3亿可以贷到了？当然，叶总，如果您早说认识黎先生，别说3亿了，就算是10亿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贷给您的。这怎么跟想象中不一样？难不成林不凡这么猛，把张美丽跟赵行长都睡糊了？走吧。这时叶未央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拿起听了2句，叶未央最后一丝疑虑也打消了，3亿已经到账了。我没想到你口味这么重。重口味？你想请我吃辣？哼，装什么装？你的100万我回头就给你。我没想到你是那样的人，张美丽就是头猪，你竟然也下得去嘴，还把赵行长也拉来了，太恶心了。女人，瞪大你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看，我能贷出款来，全是以钱服人。我直接打开银行客户端，亮出了银行余额，看着那一串数字，叶未央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竟然整整10亿。他拼搏了这么多年，整个未央集团所有资产加起来也不过10亿，流动资产从来没超过1亿，这个家伙竟然仅账户余额就有10亿。你真是富豪。怎么？是不是感觉亮瞎了你的卡姿兰大眼睛了？不过我虽然有钱，但我这个人低调，希望你不要跟别人说。明白，我误会你了。你看你帮我贷了3个亿，还帮了我那么多忙，为了报答你，我们赶紧去领证吧。你果然图谋我的身体，叶未央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改。好嘞。叶未央将胸脯一挺，严肃道：100万，我今晚就拿着去找你姐提亲。切，旺仔小馒头。混蛋。小馒头怎么了？吃你们家的饭了吗？迟疑片刻后，叶未央拿出手机拨通了叶倾城的电话。妈，我要当母猪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你说的让我3年生2个，5年生3个，我感觉我可以的。我以为你压力太大磨着了呢，怎么？你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林不凡竟然仅账户余额就有10亿，如果我答应跟他结婚，那回头我一旦跟他离婚，是不是就能分5个亿？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妈，你不就是知道他有钱，才故意让我签那份结婚协议的？嘿嘿，只要能够结婚，我先把他的钱弄到手，到时候未央集团就活了。女儿怎么这么目光短浅？人家林不凡可是人皇继承人，区10亿毛毛雨而已。我知道了，既然你同意就签吧，无论如何先领证再说。对了，为了争取顺利领证，你最好去找一下你那个闺蜜苏妲己，让她出面。没问题。跟叶未央分开后，我直接来到了一条即将要拆迁的街道上。
这里破败不堪，只是偶尔有几个门还开着。走到其中一间房屋前，我陷入了久远的回忆。这里是自己长大的地方，也是跟苏妲己相识的地方，甚至于是父母突然失踪后，我跟苏妲己相互依靠的地方。只不过如今已经物是人非。你就是林不凡。就当我思绪万千的时候，一道男声响起，扭头一看，却见不远处快步走来了7、8个人。小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为首之人脸上一道疤，一脸邪笑盯着我。你们是谁？少给我废话！赵公子让我们来要你2条腿，说是我们来还是你自己亲自来？赵岩，他给了你们多少钱？10万块。成，10万块2条腿，你们总共8个人，就80万好了。此话一出，刀疤等人都是一愣。你说要给我们80万？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摇了摇。不是你们给我80万，你这么玩我们呢？上！喊完，刀疤往后退了2步，拿出一根烟叼在嘴里。在他看来，自己手下都是好勇斗狠的主，不用一根烟的功夫，林不凡2条腿轻而易举。然而还没等他把火点燃，却突然感觉眼前一黑，直接被一个人砸倒在地。你们特么！刀疤还以为是林不凡撞到了自己，抬起头来却顿时傻眼了，自己的手下全部横七竖八歪倒在地，哀嚎连连。80万，中不？刀疤咽了一口唾沫，使劲点头。中。废物！病房里，赵岩拿起床头的杯子扔在了地上，他的面前正颤巍巍跪着未央集团的副总冯乔生，冯乔生的手上还缠着绷带。赵公子，我都按照您说的办了，可那个小子太吓人了，你看看，如果我不答应把股份卖给他的话，我的命恐怕都没了。哼，我已经派人去废那个家伙了，等那个小子废了后，我倒是要看看叶未央还能怎么办。这时病房门被人撞开，赵公子失手了，怎么回事？刀疤心有余悸，将事情的经过大体说了一遍。赵公子，那个我们一笔钱，这笔钱你可得补偿我。赵岩没想到林不凡竟然这么能打，下意识看了一眼自己还缠着绷带的小腿。在订婚现场，那个林不凡一拳砸在自己的小腿上，把小腿打得粉碎性骨折了。现在听到刀疤的话，反而有些庆幸。多少钱？赵公子，我童叟无欺，1条腿5万块，我们8个人，你直接给我115万就行了。赵岩一愣，眉头顿时拧起。刀哥，虽然你是替我办事，但既然1条腿5万，你们8个人也不过80万，你怎么要115万？男人不都是3条腿吗？赵岩拖着下巴，想了一会儿才明白，这破路竟然还开车，关键是我竟然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。不对呀，刀哥，就算是3条腿，也应该是120万才对，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啊！不，赵公子，我有个兄弟在跟他女朋友玩的时候，不小心折断了，所以他只有2条腿。哦，这么刺激？刺激倒不至于，只不过关键时刻，他女朋友的老公回来了。跪在一旁的冯乔生直接没忍住，当场笑喷。笑什么笑？很好笑嘛！冯乔生赶紧闭嘴，但还是憋得满脸涨火。赵公子，我都是按照您说的办的，现在我股份都没了，损失了8000万，您看怎么办啊？丫的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赵岩揉了揉太阳穴，有些头疼。订婚宴上丢了面子，现在又丢了100多万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见赵岩不吭声了，冯乔生挤了挤眼睛，凑到病床前。赵公子，其实鄙人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。装什么装？有屁就放！回头只要把叶未央弄晕，然后送到赵公子您家。难不成还怕他不从？赵岩闻言深深看了冯乔生一眼，旋即哈哈大笑。还是冯副总你是文化人啊！刀哥，钱我回头会打到你账上。既然那个林不凡暂时不好对付，那叶未央应该没问题吧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另一边，收拾了刀疤一群人后，我便推开破败的院门走进去，看着满目荒凉，我心绪难平，于是来到靠东的墙边，那里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。小时候自己通过这个洞看过隔壁阿姨洗澡。那时自己好像才8、9岁吧。我走进屋里，发现屋里的东西都被收拾掉了。经过这么多年，现在已没有了任何线索，想要寻找当年爸妈为何突然失踪的痕迹，估计是不可能了。在房间里发了一会呆，我忽然听到外面似乎有低语声，难道隔壁的阿姨回来了？我赶紧站了起来，走出院外，却看到隔壁门口有一个穿着裙子戴着太阳帽的女人背对着我，正对着门里面低声说话。难不成这个女人认识隔壁阿姨？我快步走了上去，拍了拍对方的肩膀。小哥哥，有事吗？叶逢春，是你？叶逢春抬手朝着我就抓了过去。叶逢春，你个变态，你抓我干什么？好小子，老子在这里故意引你上钩，你终于忍不住了，嫌犯上钩了，快出来！但是还没等有人出现，我身后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子突然间低下头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那里还有一个同伙。顿时鸭舌帽男子旁边冲出来3个警察，他们朝着鸭舌帽就扑了过去。鸭舌帽见势不好，直接窜向了我，迅即抽出一把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你们不要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这时旁边已经涌出了10几名警察，那些人望着鸭舌帽不由有些紧张。叶逢春更是一脸怪异，你们不是一伙的？放我走，否则我宰了他！喂兄弟，你先等等，我笑会儿。叶逢春脸色青一块紫一块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你还玩 cosplay。
如果不是看正面，我差点儿都没认出来你是男的。小子笑什么笑？在笑我恼了你！鸭舌帽见林不凡根本没把自己放在心上，顿时大急。然而下一秒，鸭舌帽突然感觉自己的手上传来一股力量，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已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现场一片安静，那些警察全部目瞪口呆。漂亮！不知有谁喊了一嗓子，叶逢春如梦如醒，立刻上前将鸭舌帽男子铐了起来。你跟我回去做笔录。警局，叶逢春已经换回自己的便装，跟另一名警官神情复杂的跟我坐在对面。通过交谈，我也大体明白叶逢春为何会跟他同时出现在那条街上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东海出现了很多起类似的案件，有女子跟男子约会后诡异失踪，也正是这个原因，那天我跟叶未央才被逮了个正着。叶逢春他们也得到消息，说有嫌犯在老房子的那条街上出没。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，叶逢春这才打扮成女人，故意在四处走动。结果谁也没料到会碰到我。逢春，他不是你爹吗？同事终于忍不住开口小声问道。叶逢春嘴角一抽，闭嘴！你们说啥？我是他爹。嘿嘿兄弟，自从上次你跑出审讯室，叶队说如果你有那个本事，就认你当爹。那名警官咧嘴一笑，张嘴就说了出来。我才没你这种儿子，哼，还穿裙子叫人家小哥哥，恶心。叶逢春的脸直接拉得老长。你去审问那个嫌犯，他的笔录我来做。社死啊，简直太社死了！深吸一口气，叶逢春转头换了副笑脸。林不凡，其实咱们之间是误会，有话就说。那个，我拜托你监视成不？哦，叶警官不是想抓我吗？没有，真是误会。叶逢春心里气得恨不得把林不凡给咬碎了，但嘴上还得服软。自己男扮女装这件事，万一传到叶未央跟苏妲己的耳朵里，那自己光辉的警官形象怎么办？是这样的，你看今天的事，你就当没有发生。我穿那种衣服也是迫不得已，只要你能帮我严守秘密，你跟未央的事我不再管，而且只要你需要，我还多撮合撮合，你看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未央现在上杆子追我，根本不用你撮合。未央上杆子追你，哈哈，你这话是我这些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抛开你坐过牢不说，对于未央的脾气我可是非常清楚，她就是女强人。当初她跟赵岩订婚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对你顶多是委曲求全，至于让她上杆子追你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哟呵，你还调查过我啊？那要不咱们打个赌？打什么赌？如果他非要求着跟我结婚的话，你以后见了我都得叫哥。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只是你一赢的话，今天的事你必须守口如瓶，还得什么？还得帮我追求你姐。好啊，原来你打我姐的主意。叶逢春，就凭你配得上我姐吗？林不凡，谁说我配不上？你就说敢不敢答应吧。可以啊，那你现在给叶未央打电话。好。叶逢春拿出手机，正准备给叶未央打电话，房门再次被推开，一名警官走了进来。叶队，那个嫌犯嘴很硬，什么也不肯说。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就回。等了10几分钟，叶逢春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怎么，那个人还不肯说？越是不肯说，肯定有事。我现在愈发感觉这极有可能又是一起团伙作案。抬头见叶逢春一副愁眉不展一样，我收起手机站了起来。笔录做好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你走吧。我正准备离开，这时又有一名警官跑了进来。叶队不好了，那个家伙咬舌自尽了。叶逢春吓了一跳，转身跟着那名警官跑向审讯室。见此，我眉头不由皱了皱。咬舌自尽，看来案子不小啊。心里怀着好奇，我也跟着到了审讯室。好几名警官掰着那名鸭舌帽嫌犯的嘴，不让其把舌头咬断。但是那名嫌犯似乎铁了心，眼见鲜血从嘴角渗了出来，让开！我大喝一声，上前直接在对方的脖子处点了一下。下一秒，那名嫌犯嘴上的力量瞬间消失，张着嘴一脸的呆滞模样。众警察见此，满脸诧异的望着我。你怎么做到的？雕虫小技。此时鸭舌帽男子一脸怨毒的盯着我。小子，我知道你了，你死定了！哟呵，还威胁我！我抬手又在鸭舌帽男子的肋骨位置点了一下。啊，好难受，有本事让我死啊！嫌犯面色顿时变得扭曲了起来，惨叫不止。众警官全部崇拜的望着林不凡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。叶队，你爹好厉害！丫的，你这个梗还过不去了。叶逢春悔的肠子都快青了，自己闲着没事说那种话干什么？林兄弟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这是什么手段啊？一般，世界第3。哈哈，没想到林兄弟你还这么幽默，不知你结婚了没？结什么婚啊？你不会又想把你妹妹介绍给林兄弟吧？那怎么了？我妹妹那么可爱，只有像林兄弟这等拥有神乎其技之人才配得上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妹妹现在才2岁吧？那怎么了？2岁就不是妹妹了吗？哼，我爸妈只是感觉我有点儿废物，人到中年练个小号不行吗？
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不过林兄弟，你那点一下他就不能咬舌头的方法，能不能教我？我也想学。如果收学费的话，多少钱我都学。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怎么能叫师傅呢？要叫叶爹。对，叶爹。够了！叶逢春见众人越说越离谱，终于忍不住爆发，所有人这才都回过神来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不再这么痛苦。嫌犯早就受不了，闻言迫不及待点。我说，我全说。我抬手又在嫌犯的肋骨处戳了一下，嫌犯一下子瘫软在了审讯椅上，浑身已被汗水打透。诸位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别着急走啊，我请你吃个饭。哟，不容易啊，怎么着还想叫我爹？哥，我叫你哥还不行吗？10分钟后，我和叶逢春来到警局对面一家面馆，刚坐下，叶逢春便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嫌犯全招了，但是情况并不容乐观。按照嫌犯所说，他们的确有一个团伙，但他只是最底层的人，平常也就是去勾搭一些女人，把女人迷晕后，自然会有人来把女人接走。只不过嫌犯却交代了一个名字——黑熊。据说这个黑熊是整个东海以这种方法拐卖女人的老大，但是很少有人见过黑熊是什么人，更别提揪出对方了。说着，叶逢春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林不凡，你的档案显示你当了4年兵，坐了3年牢，可你的身上根本不是普通兵种那么简单吧？你认为呢？你那信息不会是假的吧？我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，低调。叶逢春双眼顿时亮，能够修改警务信息的人绝对不简单啊！哥，以后你就是我哥了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究竟是哪支部队的？你不会是龙牙的吧？你也知道龙牙？那是自然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进入龙牙。不仅如此，我听说龙牙最强者是死神，他是我的偶像。说到这里，叶逢春微微有些遗憾，只是可惜听说那个死神冲冠一怒，为了自己的兄弟，不管上头的反对，一人独闯雇佣兵团，斩杀了200余人，出来后就不知所踪了。真的是太牛逼了！我一想起来就感觉浑身血气翻滚。这辈子别说是能够成为死神那等人物了，就算是能够见他一面，我也满足了。你知道的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。嘿嘿，不瞒你说，我上警察学校时认识了不少战友，有一个战友还进入龙牙了呢。那个，你不会真在龙牙待过吧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微微摇了摇头。我哪里待过肯定不能告诉你，不过我倒是认识死神。真的？能不能告诉我他长得高矮胖瘦，是男是女？对了，他有多大？有没有结婚？哎呀，如果没有结婚的话，我还有个妹妹。我去，这个叶逢春竟然是自己的小迷弟。其实死神也没你想的那么厉害，不过是长得帅点，智商高点，肌肉发达点，时间长点，技术好点。说着，我突然感觉旁边有好几个女人用暧昧的眼神望向自己这边。小哥哥，你说的不会是你自己吧？这时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忍不住来到我面前，拿出手机。要不咱们先加个微信？我去，难道我的帅气光芒已经遮掩不住了吗？可转头看到妖艳女子浑身散发着一股快来玩我的骚气，我瞬间心就凉了一大半。其实我说的是我朋友，所以微信就算了。切，不加就不加，装什么装？还你朋友呢？我看你就是吹牛。我玩味地冲着女人一笑。我是不是吹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一天至少和7个人耍过，这频率就算是牛也受不了啊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是卖肉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诽谤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，就算是大象也受不了。我要杀了你！干什么？叶逢春将警官证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怎么想进去喝茶？一看到那个警官证，女子吓得转身就跑。怎么样，我还不是一无是处吧？我默默点了点头。那个女的是卖的，你少了一个立功的机会。你是说她是干哪个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闻出来的。闻出来的？你是不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？凡哥，你以为自己是狗鼻子吗？我去，这个叶逢春能长这么大真不容易，说话能把人呛死。如果不是看在你崇拜老子的份上，本死神早一巴掌糊的你找不到北了。每个人身上的味道不一样，那个女人身上至少7个男人的不同味道。咋了？不服？不服你现在就抓住她，说不定可以勾出黑熊呢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叶逢春顿时宛如醍醐灌顶，直接冲了出去。喂，不是你请我吃饭吗？面前还没付呢。我去，装了一波，还得自己付钱。红浪漫婚介所，叶未央直接将装着100万现金的背包砸在了苏妲己面前。苏妲己满脸怪异，待打开背包看着里面红彤彤的钞票后，2只眼睛顿时弯成了钞票的形状。弟媳，没想到你亲自把钱送来了啊！叶未央见苏妲己一副守财奴的模样，又将结婚协议甩到了苏妲己面前。苏妲己打开看了2眼，却并没有表现出喜悦，而是皱起眉头望着叶未央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苏妲己，咱们是好闺蜜，如果我跟林不凡结婚，那就是亲上加亲，以后我准备相夫教子，不行吗？呵呵，未央，你事业心比谁都强，你会把公司交出来？难道你发烧糊涂了？你才发烧糊涂了。叶未央发现
想要骗过苏妲己竟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其实如果我说我跟林不凡一见钟情呢？叶未央脸红红的，那感觉就跟真的在害羞了一样。苏妲己却始终表示怀疑。叶未央，你是不是在打什么算盘？哎呀，你可是我的好闺蜜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以后咱们亲上加亲，你更是我的好姐姐，多好啊！对了，为了庆祝我成为你的弟媳，今晚我就不回去了，就在你这里睡了啊！我先上去洗澡了啊。苏妲己呆呆看着结婚协议，算来算去，自己好像也没吃亏。难道小凡那个臭小子真这么厉害？只不过他并没有留意到，外面鬼鬼祟祟好几个人，为首一人正是被林不凡教训了一顿的刀疤。刀哥，叶未央就在这个婚介所里。你认识叶未央吗？当然了，叶未央长得很漂亮，回头看到漂亮的女人直接抓走，保准没错。刀疤默默点了点头。这时苏妲己走了出来，准备关门。快动手！几个人朝着苏妲己就冲了过去，接着一辆面包车快速停在了门口，苏妲己直接被拖上面包车扬长而去。我回到婚介所，见大门虚掩着，于是喊了一声姐，但却没有人回答。进入婚介所，便听到2楼传来哗啦哗啦的流水声。嘿嘿，原来在洗澡啊！我轻笑着，蹑手蹑脚来到了洗手间门口，里面一道窈窕的身影，不由让我想起小时候跟苏妲己一起洗澡的情景。犹记得当时看着苏妲己，我一脸的心疼。姐，你这里被蚊子叮了2个包，疼不疼？傻弟弟，这不是蚊子包，不是蚊子包，那是被什么咬的？不是被什么咬的啊？难道是你不小心撞肿了？弟弟也好心疼，来，我给你吹吹。傻弟弟，赶紧洗澡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姐姐的蚊子包不但没消，反而更大了。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我径直推门走进洗浴间。姐，我来给你搓背了。抬头一看，我顿时愣住。我去，旺仔小馒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牲口，赶紧把门关上！叶未央快速捂住脸。我去，你捂脸是几个意思？我被叶未央的操作整得有点懵，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。叶未央将手从脸上拿开，却见林不凡还在洗浴间里。你怎么还不出去？你不是让我把门关上吗？我是让你滚出去，再把门关上。你不说清楚，怪我喽。我拉开门转身走了出去，临关门前还不忘回头又说了一句：其实你的胸肌那么不发达，跟看男人没啥区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我要杀了你！叶未央都快崩溃了，于是快速冲洗换上衣服。他来到1楼，见我正坐在那里玩手机，便走到了我的面前，双手环胸，怒气冲冲，直勾勾盯着我。咋了？我的帅已让你达到了秀色可餐的地步了吗？行了，别再看了，再看下去，我怕你吃撑了。林不凡，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。叶未央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，抬头四下一环顾，却没看到苏妲己的身影，下意识问道：你姐呢？哼，我要向她告状。我还想问你呢，我回来就没看到我姐，你还跑到洗浴间里洗澡，咋了？我给我姐搓澡，你非凑过来干嘛？叶未央气急，但想起林不凡是个富豪，自己的公司还指望着对方手里的钱，索性拿起手机拨通了苏妲己的电话，想问问苏妲己去了哪里。可很快，手机竟然在身后的办公桌上响起。叶未央转头一看，见手机就在桌子上，而那100万也还原封没动。奇怪，妲己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拿手机？听到叶未央的话，我不由瞳孔一缩，站了起来。刚回来的时候门是虚掩的，可是如果姐姐出去的话，怎么可能不带手机，还把这么多钱明目张胆放在这里？我姐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洗澡前她还在这里的。叶未央摇了摇头，将之前的事大体说了一遍。不好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快速来到姐姐的电脑前，敲击着键盘查看店门口的监控。这一看，我的脸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。有人把我姐劫持走了。看到监控里的内容，叶未央也吓得俏脸发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找死！我快速在电脑上敲击了2下，不多时，里面出现了许多监控画面，那些画面都是面包车沿途的监控。你这是入侵了交警系统。很快通过监控，我发现面包车进入了10余里外一家汽修厂里。你在这里看家，我去去就回。我扔下一句话，出门开上苏妲己的跑车，直奔汽修厂。林不凡离开后，叶未央也回过神来了，他快速拿起手机拨通了叶逢春的电话。哥，妲己被绑架了，在一家汽修厂，林不凡自己过去了，你快过去啊！说着说着，叶未央无力瘫软在了椅子上。妲己，你可千万别出事，我只是想把公司发展壮大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你这次安全回来，我绝对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汽修厂里，苏妲己慢慢清醒了过来，周围5、6个男人正虎视眈眈盯着她。你们是谁？怪不得赵岩一直想把你搞到手，啧，就你这模样跟身材，够老子玩10年了。赵岩，你们是赵岩那个狗东西的人？嘿嘿，叶未央，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，他让我们把你送到他的别墅里，但你太漂亮了，不用着急，我们先玩一会儿，再把你送过去。刀疤舔了舔嘴唇，缓缓朝着苏妲己走了过去。苏妲己想要挣扎，却发现浑身没有力气，不由得满脸绝望。轰！这时外面响起了跑车轰鸣的声音，有小弟跑了进来。刀哥，有人来了！什么东西敢打搅老子的好事？砰！伴随着一道撞击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撞，外面响起了鸡飞狗跳的声音。又有一个小弟跑了进来。
刀哥，是林不凡，他怎么来了？刀疤面色一变，旋即凝声道：“把兄弟们都叫起来，既然他不知死活找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言罢，刀疤带着几十个小弟冲到了院外。小子，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找死！我姐呢？你姐就是被你掳走的那个女人。她不是叶未央吗？怎么成你姐了？抓错人了！算了，不管了，兄弟们，收拾他！瞬间，30多号小弟宛如蝗虫般朝着我扑了过来，我直接赤手空拳横冲直撞，眨眼间，几十号小弟被打倒在地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死神虽然退了，但并不代表金盆洗手。你敢动我姐，今天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。刀疤也吓得亡魂皆冒，转身直接冲进了房间里，把苏妲己拖了出来。住手！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宰了他！这时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叶逢春带着一队警察将四周的路快速封锁了起来。凡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刀疤看到叶逢春，仿佛见到了救星。警官，杀人了，救命啊！把我姐放了，我让你走得痛快一点。苏妲己一时间有些失神，竟然连喊叫都忘了。这么多死人，全是弟弟所为，那个可爱的弟弟怎么会变得如此恐怖？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警官，你快拦住他，快拦住他！叶逢春终于回过神来，赶紧冲到了我身边。凡哥，你快住手，这样下去你会犯大错的。这里没你什么事，滚蛋！叶逢春张着嘴还想劝说两句，却见林不凡忽然间动。待叶逢春反应过来后，林不凡已一脚把刀疤踹飞了。叶逢春，帮我把我姐先带到车上，这里我还要处理一下。叶逢春如梦初醒，立刻吩咐人将苏妲己先扶到车上。我来到刀疤面前。是赵岩让我绑架叶未央，我没想到会绑到你姐，饶命！求求你了，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有钱，你想要多少钱我全给你，只要你饶我一次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说了，天底下敢动我姐的人，阎王爷也救不了。赵岩很快就会来找你了。凡哥不要！叶逢春大叫一声，但也为时已晚，刀疤已满恨吸。完了，这下麻烦了。我却没有丝毫慌张，只是不紧不慢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玫瑰，我知道你在东海，10分钟之内来见我。现场很快被警察全部封锁了起来。叶逢春心情复杂，他刚想让人把林不凡带走，外面却又来了一辆车，车上下来一名女子。一看到女子，叶逢春却是一愣。李铁蛋，原来叶逢春上警校的时候，有个女同学叫李铁蛋，后来听说那个女同学进入了龙牙部队，再然后自己就和她没联系了。而此女不是别人，正是玫瑰。玫瑰显然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叶逢春，下意识叫道：“春哥。”叶逢春听到这个多年未听的绰号，莫名有些尴尬。嗨，铁蛋，你不是在……说到一半，叶逢春见玫瑰的脸色陡然间一沉，立刻意识到不能暴露对方的身份，连忙住嘴。春哥，这里有我接手，你可以带人先回去了。玫瑰直接拿出自己的证件，在叶逢春面前晃了晃。身为警务人员，叶逢春自然知道这个证件代表什么。龙牙的人，自己必须要无条件配合。是。叶逢春直接行了一礼，转身带着人快速离开。但是在上车的时候，叶逢春还是朝着汽修厂看了一眼，却见那个已经让自己仰望的铁蛋同学，竟然来到了林不凡面前行一礼。而那一礼之后，铁蛋同学又垂手站立，宛如在接受上级的训斥。他不会就是死神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小子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就算是很能打，又怎么可能是凶名远播，让雇佣兵听了都闻风丧胆的死神？这里交给你处理没问题吧？老大说过，死神的命令就代表他的命令，我必须要无条件服从。呵呵，说的真好听。玫瑰，老东西给我的那个账号是不是被动了手脚？玫瑰被林不凡盯得浑身不自在，根本不敢跟他对视。死神队长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哼，在龙牙效力这么多年，我自认赚了不少钱，但赚了10亿，你感觉我信吗？告诉老东西，我回来只想跟我姐过逍遥快活的日子，不想再被打扰。可是你们看起来非要让我牵扯到地下世界中去啊！玫瑰打了一个激灵，僵硬抬起头来。死神队长，您猜到了。其实从一开始我进入亚特兰蒂斯时，我就猜出来了，那个怪老头身上藏着太多秘密，我只是故意装作不知道而已。但人死债消，怪老头就算生前罪孽深重，他也用10几年忏悔了。龙牙那个老东西怕是想要借着我的身份彻底颠覆地下世界吧？呵呵，你给他带句话，地下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，而且有话最好直接对我说，别想着拐弯抹角利用我，否则别怪我翻脸。扔下一句话后，我驱车离开。玫瑰呆呆站在原处，浑身再次被冷汗打湿。他想要活动，却发现刚才因为林不凡的强大气势，让他的双腿都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为什么每次见死神我都要湿？良久，玫瑰深吸一口气，暗暗给自己打气。不行，下次我一定要撑住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龙苍穹的电话。老大，死神知道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回到了婚介所，看到我回来，苏妲己赶紧迎了上去。臭小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姐，我能有什么事？那些人都是你。苏妲己似乎用尽了浑身的力量，才问出了这句话。
敢招惹姐你，他们该……可是放心吧，姐，他们都是罪有应得。我正好有个战友最近在调查刀疤他们，刀疤涉及到了一些问题，就算是我不动手，我战友他们也会动手了，所以这次我也没有麻烦。苏妲己将信将疑，真的？真的，你看看，如果我说假话了，那我还能回来吗？见叶逢春正在一边偷偷打量自己，我一指叶逢春，不信你问他，他是警察，总不能说谎吧？苏妲己立刻将目光移到了叶逢春身上，叶逢春一愣，赶紧点头道：对，嘿嘿，妲己，那么大的事，我就算是想徇私也不行啊，没事了，真没事了。苏妲己松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，整个人这才松弛了下来。叶未央上前揽住苏妲己，声音已有些哽咽：妲己，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骗你的。苏妲己一听，不由扭头望向叶未央：你骗我？其实我想跟你弟结婚，不是因为他说服了我，只是因为他是富豪。富豪？你啥意思？就是叶未央略一迟疑，还是将我卡里有10亿现金的事说了出来。苏妲己听完后扭头瞪着我：好小子，你发财了，竟然不告诉你姐，你姐还在辛辛苦苦给你攒钱，你过来。姐，其实这是我有次跟一个富家小姐睡了一觉，她非要给的，我也不想要啊。睡一觉给10亿，你以为自己是金子做的？我呸！全世界的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我不管那些钱是怎么来的，现在立刻上交。我很郁闷，瞪了叶未央一眼。那里小就不要说话，本死神想要攒点儿私房钱容易吗？结果全被这个小馒头给卖了。我小怎么了？我就算是小，至少硬盘里没有几百 G， 不半夜3更偷偷看片。苏妲己的目光宛如刀子一般扎在了叶未央的身上。未央，看片又怎么了？总比某些人天天吃木瓜没有任何效果要强吧？边说着，苏妲己还故意挺了挺胸脯。你苏妲己，你说谁吃木瓜呢？我说谁自己知道。苏妲己撇撇嘴。对了，臭小子，反正你有钱了，接下来姐再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女孩，对方36的，以后让你的孩子有口福。咱不跟某个人结婚，否则的话，以后我大侄子肯定要饿肚子了。苏妲己，你这是指桑骂槐。叶未央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竟然觊觎我弟的钱，如果不是看在你的公司还值点钱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会让小凡嫁给你？好啊，看来你也算计我啊，绝交。苏妲己双手环胸，不屑道：绝交就绝交，谁怕谁啊？说着说着，俩闺蜜眼见就要厮打起来，我一阵无语。我还在这里呢，你们俩都打我的算盘，能不能稍微避讳点儿？那个，能不能让我插一下嘴？两个女人同时扭头，边去。不让就不让，凶什么凶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我赶紧撤了出去，而叶逢春也不敢多待，赶紧跟着我跑了出去，随后凑上前讨好道：凡哥，你那个睡一觉就赚10亿的本事，能不能教教我？我扭头瞪了叶逢春一眼，叶逢春赶紧改口：嘿嘿，其实就算是100亿，我也不会答应的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姐。想起同学李铁蛋，他一脸崇拜问道：凡哥，你认识铁蛋？铁蛋就是刚才一身皮衣的那个女人。哦，是玫瑰啊，认识。叶逢春顿时来了精神。凡哥，铁蛋可是龙牙的人，我看他……不该问的别问，我的事还没办完呢。说完，我抬脚朝着前方走去。凡哥，你要干什么？送人上路。我拿出手机，扫了辆共享单车，骑上车消失在黑暗中，望着林不凡消失的方向，叶逢春眼中说不出的钦佩。凡哥不愧是凡哥啊，嘎人都说的轻描淡写。等等，刚才凡哥说了什么？送人上路，不会又要出事吧？叶逢春想要去追林不凡，却发现他早就没影了，于是慌慌张张跑回婚介所。苏妲己，你弟……话刚说到一半，叶逢春却见苏妲己跟叶未央竟然头对头，正在低声说悄悄话，不时还发出清脆的笑声。我勒个去，啥情况？刚才俩人不是吵得不可开交吗？咋是一会儿功夫就好了？哥，有事。叶逢春大脑还有些转不过弯来。那个凡哥他……什么凡哥？就是林不凡啊。你管他叫哥。叶未央刚刚跟苏妲己达成了一致，自己给苏妲己100万，以后林不凡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必须第一时间出现。至于林不凡的钱跟未央集团，谁也不准再打主意。正因如此，林不凡有时候还得扮演自己的男人。现在叶逢春管自己妹夫叫哥，自己要跟叶逢春怎么论？叶未央翻了翻白眼，亲昵地挽住苏妲己的胳膊。哥，妲己姐今晚受了惊吓，这段时候我暂时先住在这里了。可以，妈那边我来说。叶逢春巴不得叶未央跟林不凡多培养感情嘛，答应后快速告辞离开，还是赶紧去找林不凡要紧。一间豪华别墅里，赵岩将床上摆满了鲜花，墙角的位置架好了摄像机。嘿嘿，叶未央啊，叶未央，今晚等本公子降服了你，我看你还敢对我说半个不字。他兴奋地拿出手机，却发现刀疤依旧还没讯息，于是他直接拨通了刀疤的电话，但是电话竟然提醒关机。丫的，怎么关机了？
正准备再打一遍，却忽然感觉背后出现了一股凉意，扭头一看，却见林不凡不知何时站在了自己身后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赵岩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。赵岩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我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去那边一起陪刀疤吧。次日，一则惊天新闻出现在了网络上，赵氏集团二公子赵岩死在了自己家的别墅床上，而且浑身一丝不挂。现场勘查结果是因为自嗨过度，缺血性死亡。不可能！看到这个结果，一名中年男人直接将验尸报告砸在了面前之人的脸上。中年男人正是赵岩的父亲赵半成。赵岩又不是没有女人，怎么可能自己做那种事？爸，我听说前几天小严跟未央集团的叶未央要定亲，但后面却不了了之了。你说这件事跟叶未央会不会有什么关系？说话之人是名女子，此女名叫赵小飞，是赵岩的姐姐。叶未央。听到叶未央的名字，赵半成脸上浮现出贪倾之色。你是说叶倾城的那个女儿？赵小飞知道早些年自己的老爹曾追求过叶倾城，但叶倾城性格刚烈，有次差点把赵半成给淹了。从此赵半成就再也不敢动叶倾城的心思了。如今多年已经过去，赵半成的心思不禁再次活泛了起来。爸，叶倾城跟叶未央都是贱女人，这件事交给我去办。如果赵岩的死真跟他们有关系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赵半成点点头。去吧。婚介所2楼，苏妲己跟叶未央同床而眠，这一觉苏妲己二女睡得太香了。上午10点左右，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味从厨房的方向传来。苏妲己睁开眼睛，伸了个懒腰，却发现旁边的叶未央不知什么时候只剩下一个内衣，嘴角还挂着一抹不知梦到了什么的微笑。爬起来，穿着宽大的睡衣，苏妲己走了出去，来到厨房，却见有一个身影正在忙碌。哟，臭小子，你还会做饭？姐，你起床了。我扭头看了苏妲己一眼，眼睛顿时眯了起来。苏妲己穿着的衣服呈现出半透明，最关键的是正是逆光，有些刺眼啊。似乎觉察到弟弟的眼神有些不对劲。苏妲己低头一看，不由娇笑道：怎么，是不是半遮半掩很有诱惑力？臭小子，我是你姐，你想看就看嘛，咱们一家人不用客气。嗨，姐，说什么呢？我直接被苏妲己话噎住，赶紧将做好的饭菜端到了餐桌上。既然起床了，赶紧洗漱一下，过来吃饭吧。好香啊！苏妲己正准备坐下，突然卧室里传来了叶未央的尖叫声。我和苏妲己都是一愣，对视了两眼，快速冲进了卧室。未央，怎么了？叶未央拿着手机，脸上写着不能置信。赵岩死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手机，里面全是他的消息。叶未央完全没有留意到自己根本没穿衣服，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赵岩死了，哈哈，妲己姐，你快看，这可是我听到最好的消息啊！赵岩死了。苏妲己很意外，将叶未央的手机抢了过来，低头看了两眼，顿时也一脸不可思议。还真是恶有恶报啊，那种人死了活该。林不凡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时叶未央也注意到了林不凡正盯着自己看，顿时意识到不对劲，低头一看，臭流氓，你看什么看？他迅速转身钻进了被窝。我姐都没把我当外人，你一个小馒头叫这么大声，就跟我没见过一样。妲己姐，你不管。未央，反正都看过了，再看几次又能如何？嘿嘿，一家人不见外。你们姐弟俩都不是好东西。好了，赶紧穿好衣服，小凡做了早饭，一起吃啊。叶未央瞪了我一眼，他能做什么饭？哼，狗都不吃。10分钟后，餐厅，叶未央看着满桌子的饭菜，不可置信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苏妲己没有客气，一屁股坐下，拿起筷子夹了一口，顿时满脸陶醉。行啊，小凡，没想到你厨艺现在这么好，以后家里做饭的事都交给你了。我嘴角一抽，斜了叶未央一眼。姐，你吃可以，他吃得交钱。叶未央气鼓鼓坐下。凭什么我交钱？哼，那100万我都交了，饭钱可以从那里面扣。再说了，你有10亿，还差我这点钱。他傲娇的拿起筷子也夹了一口，下一秒双眼顿时亮了起来。太好吃了，这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，你老妈做的简直强了100倍。苏妲己看着叶未央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不由揶揄了一句：未央，刚才你好像说小凡做的饭狗都不吃啊？啥？叶未央根本不抬头，疯狂往嘴里扒拉饭，一边吃一边含糊道：狗都不吃，汪汪。吃过饭，叶未央匆匆离开，她今天还有重要的会议要开。苏妲己拖着下，看着我正耷拉着脑袋收拾碗筷，一脸的满足。哎呀，小凡，你回来了真好，以后不但有饭吃，还不用刷碗了。姐，我做饭了，能不能不刷碗？那怎么行？我的手这么细呢，碗刷多了会变丑的。不过下次可以让未央刷碗，全当抵扣她的饭钱了。我看行。我连忙点头附和，抬头却看到叶逢春站在门口。哎呀，春哥你怎么来了？我顿时满脸堆笑，上前热情拉着叶逢春进了厨房，指了指那些碗筷。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来刷碗。这声春哥把叶逢春叫得浑身发毛，满脸抗拒道：凡哥，我来找你有事，为什么让我刷碗？有事回头再说，
这可是在我姐面前表现的机会。咋了？你不是喜欢我姐吗？啊，对，我刷。叶逢春赶紧挽起袖子，冲着苏妲己咧嘴一笑。妲己，你跟凡哥先去看会儿电视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姐，这个叶逢春好像喜欢你啊。喜欢？苏妲己一边涂抹着指甲油，连头都没抬。他除了办案之外，根本就不懂喜欢。在我看来，他的喜欢不过是见色起意而已。老姐不愧是老司机啊，那你不打算给他机会？臭小子，姐这辈子都不会嫁人，会一直守着你，除非有一天你厌烦姐了。姐，我怎么可能厌烦你？嘿嘿，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厌烦姐的，但是你那10亿准备什么时候打到我的账户上？今天等银行上班吧，本想能拖一天是一天，看这样子是拖不下去了。好在自己还有从刀疤那里讹来的80万，够花一段时间了。那成，我可等着呢啊！小凡，你应该明白，一个男人手里有钱就会乱花，我这是替你攒着呢。好，姐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苏妲己很满意弟弟的表现，再次低下头，仿佛闲聊般说道：你知道叶未央的资金为何出了问题吗？不是说有款化妆品出了问题吗？那你知道是什么化妆品吗？不知道。一款美容霜，那款美容霜我实验过，虽然会有瑕疵，但不至于达到毁容的效果。不仅如此，那款美容霜的效果非常惊人，一旦上市绝对会引爆全球。哦，姐，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未央集团？这等高额的利润之下，没有人不心动。不过好在如今知道这款美容霜的人还不多，但我却担心有人为了得到美容霜的配方会不择手段，所以我想让你暂时去保护一下未央，反正我拿了他100万，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你就当他的贴身保镖加司机，你看如何？在技术方面你可以放心，我会慢慢培养他的。嘿嘿，下次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他应该不会床上一躺就拉倒了。叶未央是什么都跟自己的老姐说了啊？小凡，反正你暂时也没事，我替你答应下来了。回头等把我的车送去修理，你就可以去上班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还会给你物色漂亮女孩，嘿嘿，我们家小凡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成吧，姐，你说啥就是啥吧。妲己，碗刷好了，要不要去检查一下？叶逢春刷好了碗，屁颠凑到了苏妲己面前。哦，苏妲己反应淡淡，叶逢春只好悻悻挠了挠头。那个凡哥，我们出去聊聊。成，我站了起来，跟苏妲己打了声招呼，然后和叶逢春一起走出去，开上那辆被撞坏的玛莎拉蒂，直奔4S。凡哥，我是不是很笨？咋了？为何这么说？我咋感觉你姐对我没意思啊？我看你把妹咋那么轻松？我怎么感觉自己这么笨啊？不要这么说自己。叶逢春顿时大喜。凡哥，你的意思是我不笨？我摇了摇头。不，你理解错了。对你来说，用笨来形容你太侮辱这个字了。叶逢春期待的脸顿时垮。难怪我妈说，就算是把我跟个妹子扔在一起，我都找不准地方。看来在感情方面，我真是笨啊。我去，阿姨真是人才啊！旋即我对着叶逢春玩味一笑。不过我可以教你，怎么样？想不想学？叶逢春使劲点头。想，当然想啊。成，帮我办件事。你说，帮我找一个人，对方名叫张小花，以前是我隔壁的邻居，他还有一个女儿叫林幼娘，帮我找到他们现在住在哪里。当年父母突然失踪，没有半点儿线索，现在只能先找以前的邻居问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了。成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有件事我还想问你。啥事？赵岩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？问出这话后，叶逢春紧紧盯着我，仿佛生怕我会回答是有。真是你嘎的？你怎么？我承认了又如何？有线索证明是我嘎的吗？呵呵，别说是线索了，现场连我出现过的痕迹都没有。叶警官，你不会想抓我吧？叶逢春呆住了，他没想到林不凡如此张狂，但是想起赵岩的验尸报告，叶逢春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一脸凝重。凡哥，赵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虽然知道赵家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但这些年来他们依旧逍遥法外。如今又出了一个妇女失踪案，搞得我们焦头烂额。提起案底，叶逢春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上次抓的那个人倒是提供了一些线索，但想要找到幕后老大，恐怕根本不容易。不过对方倒是说，嫌犯有可能在一家叫野蔷薇的酒吧，当时他就是在那个酒吧结识那个嫌犯的。说到这里，叶逢春眼巴巴盯着我。凡哥，你既然这么厉害，要不回头跟我一起去趟酒吧？怎么？你这是想让我帮你破案？凡哥，这个案子上头要求10天内必须破案，可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，仅仅找到一点线索，如果到时候再破不了案子，我这个队长被撸下来倒是无所谓，关键凶手依旧会逍遥法外啊。再说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帮个忙而已嘛。我将车子停靠在路边，
叶队，你可别套近乎。我跟你妹虽然有了夫妻之实，但还没有夫妻之名，算不上一家人。再说了，上次吃面的饭钱还没给呢。叶逢春赶紧摸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。嘿嘿，我就这几十块钱，平常我是我们家最穷的一个。未央倒是有钱，但他的钱是他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呀。不过他倒是经常给我妈打麻将的钱，我妈看我可怜，偶尔会给我点，要不你就先凑合着拿着。看着叶逢春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一阵无语。老姐还真是看得明白啊，这货似乎除了破案之外的事啥都不懂啊。看来他跟自己的老姐根本不合适，回头得找个机会让他死心。算了，你这比我都穷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但我有言在先，我真帮你去酒吧的话，酒钱你得出。没问题，嘿嘿，这种公务查案有经费。行了，你赶紧下车吧。将叶逢春赶下车后，我先去了趟银行，将卡里的10亿转给了苏妲己，随后把苏妲己的车送到了4S。看到旁边有一家摩托车店，便走了过去。女销售看到我从玛莎拉蒂店里走出来，顿时热情迎上前。先生，您要买车？我点了点头，看了一圈后，很快就相中了一辆摩托车。这辆车多少钱？先生，要不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辆车的性能。我是问这辆车多少钱？不是的，先生，您这套路不对。咋了？怎么还冒出个套路来了？这妹子看起来年纪不大，长得还挺漂亮，怎么有种脑子不好使的感觉？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按照我们的培训流程，我要先介绍车给您，您假装嫌贵，我再假装推辞去找经理申请降价，勉为其难给您降个几百块钱，您再勉为其难接受，表示要送一些礼品跟保养，我们再……停，你不用介绍了，前面的流程全省了。多少钱？女销售都快要急哭了。先生，您这样我没法卖啊。我打量着女销售，见对方急得面红耳赤，不由苦涩一笑。成，你先给我介绍，然后按照你们的流程来一遍吧。好嘞。女销售终于满意了，然后背书般将摩托车介绍了一遍，最后又道：现在您可以问多少钱了？多少钱？18万。刷卡？不行，您还得嫌贵呢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硬拽着女销售来到了收银处，又硬拽着女销售签了合同，最后硬拽着女销售把车提了，这才心满意足离开，只剩下还站在门口凌乱的女销售呆呆发着愣。行啊，幼娘，那个人一看就有钱，他连价都没还，不会是看上你了吧？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他根本不认识。但是姐，培训的时候不是说都有流程吗？那个林先生怎么？傻丫头，有钱人的世界你根本不懂。所以啊，什么高富帅全是骗人的，只要富了，其他都是扯淡。想当年，如果我不是被你姐夫那花言巧语给骗了，我高低找个有钱人。江姐，那位林先生好像不但有钱，还蛮高蛮帅呢。江姐双眼一亮，幼娘，这可是机会啊！过2天他不是还要来拿牌照吗？嘿嘿，到时候高低你得要个联系方式，记住，幸福要把握在自己手里。林幼娘脸更红了。其实人家心里早就有人了。江姐一脸八卦地盯着林幼娘。我以前有个邻居家的哥哥，但得10来年没见了。我那时才10来岁，现在都忘记那个哥哥长什么样了。但我妈说要嫁就嫁他那样的，因为我会很幸福的。我开着摩托车一路狂飙，来到了未央集团。刚到门口，一个保安顿时一脸恭敬地迎了上来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保安正是之前那个陈斌。看着陈斌脸上一个巴掌印，我皱了皱眉头。你这脸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你来之前来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还带了2个黑人保镖，我就是拦了一下就挨了一巴掌，妈蛋，真是晦气。女人谁？好像叫赵小黑，来找叶总的。人呢？已经进了叶总办公室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拍了拍陈斌的肩膀，好好干。还有，以后我会经常来这里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。是，林哥，您慢走。陈队，这人谁啊？你干嘛对他那么客气？你懂什么？这位哥就是叶总的男人，用1块钱买了冯副总他们手里股份的那个牛人。我去，原来他就是偶像啊！总裁办公室，叶未央刚刚开完会，眼睛就有些睁不动了。都怪苏妲己那个臭女人，哼，昨晚竟然勾引我看那种片片。原来昨天晚上他跟苏妲己睡在一张床上，结果被苏妲己诱惑着忍不住看了一点动作片。这一看，叶未央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一般，原来还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。刚开始叶未央还有些害羞，可看着看着却不自觉想起了林不凡。呸，我怎么被苏妲己那个臭女人给带污了？叶未央正暗骂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巫女时，房门突然被人推开，门口出现了3个人，为首的是一名打扮妖艳、嘴唇通红的女子，女子的身后还跟着2个高大的黑人男子。你是谁？你就是叶未央。赵小黑来到了叶未央桌前，2只手扶住桌子，将身体往前一倾，胸前的东西呼之欲出。
叶未央咽了一口唾沫，莫名有些自卑。这个女人竟然如此有资本，怎么比苏妲己的还要大？不是，我怎么会关注这些？叶未央下意识想到了林不凡说自己小馒头的事，气得握了握拳头。我是叶未央，你是谁？我叫赵小黑，赵岩是我弟弟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赵岩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不认识什么赵岩。贱人，你竟然说不认识赵岩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你为什么打我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赵岩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如果你不老实交代，我就让阿龙阿虎陪你好好玩玩。说着，他扭头瞟了一眼身后的2个黑人保镖，2个黑人保镖都有1.9米的块头。见赵小黑看了过来，立刻朝着叶未央走了过去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喂！这时一道声音响起，只见林不凡倚靠在门口，眼中充满了冷意。林不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叶未央看到我，顿时仿佛见到了救星，快速跑到我身后躲了起来。我姐非让我来当你的保镖兼司机，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你！叶未央气得直跳脚，疯狂拿小拳捶我胸口。看着俩人当着自己的面在那里打情骂俏，赵小黑顿时怒了。你是哪里蹦出来的？如果不想惹麻烦，赶紧滚蛋！我抬起头来，笑盈盈望着赵小黑。哟呵，黑木耳，你挺会玩啊！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试试。咋了？你自己黑木耳还不让人说了？我挑衅地看了2名黑人一眼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。没想到你不但养了狗，还养了2条黑狗。嘿嘿，玩得这么野，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赵小黑震惊地盯着林不凡。刚开始他只当他故意诋毁自己，可听到后面的话，却是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这2个保镖可是自己精挑细选过的，根本没有别人知道，竟然被这个人一口说了出来，还让自己去医院看看，这是诅咒自己得了那种病吗？岂有此理！阿龙阿虎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呵呵，我看应该叫阿猫阿狗才对。fuck！2个黑人骂了一句，直接扑向我。林不凡，你小心！哟，你竟然还在担心我？不过你放心，这俩玩意我还真没放在心上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小黑惊的某个地方一指，这俩保镖可都是打地下黑拳出身的，无论是体力还是耐力都是超强，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？叶未央虽然知道林不凡能打，但这么猛还是有些难以置信。看来那100万花的值了。哼，让你每次都气我，越是气我越不能放你走。贱人，这里是未央集团，这一巴掌是还给你的。还有赵岩死有余辜，虽然跟我没关系，但我就是高兴，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。好啊，没想到你竟然包养了一个小白脸。叶未央，咱们没完，小子，有本事你报上名来。咋了？2条黑狗不够用，还想叫上我？原来是电的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别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我对自己的感觉还是非常自信的。呵呵，刚开始我看到你还以为你是真的，现在看来全是高科技啊！说完，我随手拿出一个硬币，快速飞向了赵小黑的面前。下一秒，赵小黑胸前那壮观的一边竟然快速扁下去。赵小黑愣住了，低头看了看，一边大一边扁。你等着，今天的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说完，他快速捂着胸口狼狈逃窜，那俩黑人保镖也跟着踉踉跄跄跑了出去。叶未央眼神复杂的望着我，欲言又止。不用谢我，请叫我辣手摧花小王子。摧花，我看你叫爆破小能手才对。林不凡，钱我已经付给苏妲己了，虽然现在赵岩死了，我们暂时不用假结婚了，但接下来你必须要听我的安排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去找你姐那个守财奴要钱。拜托，我又没卖给你，刚才我救了你，顺便替你找回了面子，就算还了你20万吧。等我把剩下的80万还完了，我就可以离开了。20万？叶未央没想到林不凡竟然会这么跟自己算账。咋了？你不会感觉贵了吧？我拿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。实不相瞒，我出手可是很贵的。想当初阿联酋的王子花8个亿请我出手，我都拒绝了。20万完全属于看你是我姐闺蜜的面子上。如果被阿联酋王子知道，那不是啪啪打人家的脸吗？不吹牛你会死啊！叶未央一阵无语，可看到我手里的水杯后顿时尖叫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莫名其妙将水杯放下。喝水啊？你怎么这么恶心？叶未央有洁癖，现在看到林不凡竟然喝了自己刚刚喝过的水杯，他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滚，随后直接冲过去将水杯抢过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切，矫情。今天的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但是你姐的话你总不能不听吧？她让你在我身边保护3个月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告诉你姐。贴身的那种。看着林不凡那贱兮兮的眼神，叶未央没来由一阵生气，但想到还要指望他来保护自己的安全，于是冷静下来。今天的事我不想再发生，那个赵小黑是赵岩的姐姐，安保部的人刚提了工资，林不凡，我可是看了你的面子给他们涨的工资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得让安保部的人负起责任来，下次如果赵小黑那个贱女人再进来，那些保安我全部辞退。切，小菜一碟。看在你那老爹，不是我老姐的面子上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只苍蝇别想飞进来。说完我转身就要走，
叶未央面露狐疑。老爹，刚才那个家伙似乎说的是老爹吧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就在此时，一人慌慌张张跑了进来，差点跟我撞了个满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头匆匆跟我道歉之后，快步来到了叶未央面前，沮丧道：叶总又失败了。孙老还是不行。叶总，我辜负了您的嘱托，我真是没用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没搞明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。孙老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当初您肯来帮我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或许那种完美的美容霜真的不存在吧？说这话时，叶未央的眼中尽是遗憾之色。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创造化妆品行业里的奇迹，可如今看来，不过是异想天开罢了。可叶总，那个配方应该没问题。要不您跟我去看看吧。叶未央点了点头，准备跟孙庆年去实验室。你看什么看？你虽然很能打，可你懂化妆品吗？呵呵，除了生孩子，还没我不懂的呢。叶总，他又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根本不懂化妆品。孙庆年顿时气得老脸发白。岂有此理！你是哪里蹦出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？说我不懂化妆品，我可是叶总专门聘请来的专家，连全球顶尖的化妆品公司都聘请我当顾问，但我根本没有兴趣。如果不是看在叶总那个配方的份上，花多少钱我都不可能来未央集团。现在你一开口就说我不懂化妆品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没错，孙老在化妆品行业里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你竟然质疑孙老不懂化妆品？好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懂啥？当归、人参、白芷、菊花。当我报出一个个中药名后，孙庆年瞬间瞪大眼睛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切，你身上有这些药物的味道啊？这不可能。孙庆年抬起手腕，用鼻子使劲嗅了嗅，却根本没闻出什么味道。你闻不出来，并不代表我闻不出来，所以我说你不懂化妆品。孙老，就算你在化妆品的领域数一数二，可你只是把化妆品当成了美容的一部分，却并不了解它的实质。实质？就算你能蒙出我所用的药材，可那又如何？你告诉我，化妆品的实质是什么？中医。孙庆年顿时瞳孔一缩。中医？没错，在中医学上，化妆品不过是一种改善皮肤的外用药物，所以化妆品的核心还是中药。孙庆年顿时宛如醍醐灌顶。中医、中药，对呀，我钻研化妆品这么多年，只是把化妆品当成了化妆品，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。孙庆年不可思议地盯着我，但是心中还有些不服气。你既然如此厉害，那你倒是告诉我，怎样改善美容效果？从你身上的气味显示，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正在钻研一款美容霜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涂抹上这款美容霜，至少可以年轻10岁。如果长期使用，年轻20岁都不成问题。全对。孙庆年满脸震惊，叶未央也张着嘴，仿佛看怪物一样盯着我。片刻后，叶未央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林不凡，你是不是偷了我们公司的机密？偷？就你那个破残方，我不屑去偷。你怎么知道是残方的？拜托，你们自己刚才说的啊，那个残方少了一味药，名叫玉竹。玉竹？孙庆年脑海中仿佛过电一般，一拍脑袋。玉竹？天呀，我明白了，大师，你真是大师啊！边说着，孙庆年一把握住我的手。弟子愚钝，弟子愚钝呢。孙庆年激动得满脸涨红。叶总，那个残方就是差一味玉竹，有了玉竹，美容霜绝对能够达到神奇的效果。哪里？孙老，您没开玩笑？没错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去实验。孙庆年匆匆忙忙转身跑了，只留下叶未央还处于懵逼中。你跟我来。片刻后，叶未央回过神来，拉着我直奔实验室。孙庆年明显对化妆品的研究极为疯狂，很快就投入了实验，甚至连叶未央来了都没抬头。你真懂化妆品？你感觉呢？其实，在闻到孙庆年身上的草药味后，我心中就明白了他们口里那个珍贵的药方是什么了。那不是当初怪老头说的可以驻颜的药物吗？怪老头曾说过把这个药方给了自己的女儿，照此来说，这个配方应该是落在了叶倾城的手里。而经过这些年辗转，配方最终缺了一味药。少在那里装蒜，我看你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。当年我妈把这个配方给我的时候，告诉我全天下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完整的配方，你别说那个人就是你。没错，如今怪老头已死，那普天之下岂不就是只有自己知道这个配方？还在吹牛？叶未央哪里会相信？天呀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时孙庆年忽然间大叫了起来：叶总，成功了，美容霜成功了！边喊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前辈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师，请收下弟子，如果你不收下弟子，我就不起来。我去，竟然是个赖皮，那你就跪着吧，如果没事，我去找那群保安聊天了。这个年轻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他赶紧站了起来。大师，我是真的对您心悦诚服，请收下我吧。收什么徒啊？一个破配方而已，以后老老实实替未央集团守着这个配方就行了。一定一定，如果别人想得到配方，就算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说出来的。见我根本不想收自己为徒，孙庆年看了叶未央一眼。大师，不知您跟叶总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孙庆年顿时松了口气，随后一脸狡黠。那个大师，像您这么年轻有才，
我有个孙女。孙老，林不凡还有事，您快些忙吧。叶未央赶紧打断了孙庆年的话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孙庆年挠了挠头，我真有一个孙女啊，咋了？我有个孙女难道有错了？出了实验室，叶未央古怪打量着我。那个配方，你究竟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妈的。不说就不说，你怎么骂人？哼！叶未央，你丫有病吧？老子本想说因为你妈的男人，怎么就骂人了？怪老头啊，怪老头！你自己怪也就罢了，自己的闺女也不省心。叹了口气，我转身朝着安保部走去。叶未央气鼓鼓回到实验室，见孙庆年正在继续研究那款美容霜，略一迟疑后走了过去。孙老，那个林不凡真说对了。孙庆年抬起头来，叶总千真万确，而且对方在中医方面绝对造诣极深。说到这里，他又一脸遗憾。我虽然知道我没资格成为他的徒弟，但叶总如果能够让他扶持你的话，未央集团想不火都难呢。孙老，您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一个臭流氓有这么大本事？叶总，不许你质疑林大师。当初为了感谢你让我看到这个美容霜的残放，我才答应加入未央集团的。但研究了这么久，我依旧没有进展。如果不是碰到林大师，我这辈子恐怕会在遗憾中死去。所以林大师在我心里绝对是至高无上的。不仅如此，林大师仅凭着味道就能知道我在研究的配方，绝对是大师中的大师。这等本事我曾在祖籍上见过，你不懂，不能质疑。叶未央嘴角抽了抽，没想到一向和善的孙庆年竟然会为了林不凡跟自己翻脸。孙老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有些疑惑。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叶总，林大师有没有娶妻？嘿嘿，我真有一个孙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帮我问问，我把孙女介绍给林大师？孙老，您先忙。叶未央逃也似跑了。听到孙庆年说要把孙女介绍给林不凡，叶未央心里莫名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那个混蛋哪里好？除了能打架之外，就是做菜还行，顶多再懂点化妆品，长得还帅点，似乎还很有钱。想着想着，叶未央突然间发现林不凡竟然这么多优点。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被他给迷惑了？回过神来，叶未央拨通了叶倾城的电话。妈，当初那个美容霜的配方，您究竟是哪里得来的？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你不是说配方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知道吗？今天林不凡竟然一口就说了出来。叶未央将事情的经过大体说了一遍，叶倾城却没有任何意外。哦，普天之下的人应该就是林不凡。妈，你跟林不凡早就认识啊？叶倾城不想让叶未央知道怪老头的事，更不想把叶未央牵扯进地下世界，赶紧搪塞道：哪有，开玩笑，我跟林不凡也才刚刚认识。不过你妈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，我一看林不凡就是一表人才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先挂了，正打麻将呢。没等叶未央再追问，叶倾城直接挂掉了电话，这让叶未央心里愈发好奇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万万没想到，我只是略微教训了一下富家女，安保部所有保安竟然都成了我的小迷。太刺激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叫赵小黑的女人竟然瘪了，哈哈，那万一怎么跟气球一样，简直太神奇了。还有那俩黑狗，一个人走路夹着屁股，另一个胳膊直接折了，真是解气啊！陈队，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所有人都望向陈斌，陈斌原本因为脸上被赵小黑抽了一巴掌很郁闷，可此时却一脸惬意。还能怎么回事？这种事用小拇指也能想明白，肯定是林哥的原因啊！林哥，你是说叶总的那个男人？废话，林哥进了叶总办公室没多久，赵小黑跟他的2条黑狗就狼狈出来了，不是林哥还是谁？林哥真是我辈之楷模啊！陈队，什么时候介绍林哥认识一下啊？林哥为伍，如果林哥能够跟我们一起上班就好了。你想吃屁啊？林哥那等天上班的人物，跟我们上班。就是啊，林哥可是叶总的男人，连叶总见了他都得讨好着，跟你一起上班。哼，要是我真能跟着林哥上班，让老子果奔都心甘情愿。你那算什么？要是能够跟林哥混，我倒立直播太阳5档电风扇。我去，你懵！哈哈，狗子，你这个愿望怕是实现不了了。谁想倒立直播太阳5档电风扇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胆识的男人呢！来来来，我特想看看。众人扭头，旋即一脸兴奋，陈斌更是快步跑到我的面前。林哥，您这么大人物，怎么跑我们安保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了？我去，人还没到，就已经有了哥的传说了啊！旋即我环顾一圈，全部给我站好队！众保安愣神，陈斌率先反应了过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站队！呼啦呼啦，众保安快速站好。林哥，您有什么指示？刚才是谁要太阳5档电风扇的？我想看看。只是一句话，陈斌率先反应了过来。不是吧，林哥，您难道要来我们安保部？我默默点头。那些保安顿时一脸惊喜，只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保安张着嘴，欲言又止。
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林哥，我能不能太阳一档的？我还没娶媳妇呢。现场再次哄笑了起来。笑过之后，我神情陡然间严肃了起来。诸位，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告诉你们，那个瘪熊女人的事绝对不能再发生第二次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林哥，人家一看就是有钱人，我们根本招惹不起。放屁！有钱人在老子眼里只有死人跟活人之说，从来没有穷人跟富人之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是什么看门狗，全给我把腰挺直了！别说是一个女人带着2个黑狗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如果没有允许敢闯进未央集团这道门，也必须给我拦住！拦不住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如果真动起手来出什么事情，老子替你们担着。林哥，有您这句话，您说什么我们都干。没错，以后要是有只苍蝇飞进去，老子提着脑袋来见。好，有大伙儿这种态度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你们这副松松垮垮的样子不行。陈斌，看你的样子应该是退伍兵吧？陈斌将胸脯一挺，报告前侦查连连长。连长，我有些意外，能混到连长级别的，竟然回来当保安，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。陈斌脸一红，林哥，其实我只是没管住自己的下面犯了错误，不小心睡了自己的青梅竹马，上面怕影响不好，把我劝退了。哦，那你后来娶了人家没？陈斌挠了挠头，人家家里人嫌我赚钱少，还没答应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敢嫌弃老子的兄弟！从现在开始，你每个月工资涨到1万块，以后谁干好了也涨。我把话撂这里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老子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众保安个个双眼放光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是林哥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回头等再见到小丽，我一定告诉她，老子要娶她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除了值班人员，所有人都给我训练起来。陈兵，就按你当兵时的方法训练，老子这里不养闲人，谁要是敢偷懒，立马给我滚蛋。是。接下来，一群保安宛如饿狼般，嗷嗷叫着开始在集团大楼下面操练了起来。我则是心满意足坐在办公桌后面喝起了茶。总裁办公室里，叶未央正在写美容霜准备上市的方案，突然看到秘书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又出事了，叶总，下面那些保安都疯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疯了？叶未央心里咯噔一下，林不凡不会又搞出什么乱子来了吧？他赶紧跟着秘书下了楼。待看到外面那些保安的状态后，叶未央呆住了。安妮，你说的疯了就是指这个？安妮使劲点头。对啊，叶总，以前的时候这些保安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，我们怎么说都不听，今天突然变成这副模样，不是疯了是什么？叶未央眼神复杂，去安保部看看。说罢便带着秘书安妮来到了安保，却见我正悠哉悠哉喝着茶，还在看着电影。林不凡，咋了？叶总有啥事？外面那些保安全是你弄的？对啊，要想下次不再让赵小黑那种女人闯进来，先得把纪律搞上去。行了，你一个女人家的不懂这些，赶紧走吧，这里交给我，一只苍蝇别想放进来。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那个陈兵的工资我给涨到1万了，你回头落实一下。安妮闻言，小嘴微微张起。太霸气了，直接称呼叶总你一个女人，还安排叶未央工作，这简直是我辈之楷模呀！叶未央被呛得愣是说不出话来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他转身走了，但转身的刹那，嘴角却勾起一抹笑容。这个林不凡竟然这么厉害，这才多长时间，竟然把那群慵懒的保安给收拾得服服帖帖，果然有本事啊！叶总，林大哥好帅啊！很帅，我看就是装的。叶总，您是不是对林大哥有什么误解？我感觉您太过吹毛求疵了，要是我能找到像林大哥这样的男人，不，就算是有林大哥一半的好，我天天做梦都能笑醒，没出息。叶未央白了秘书一眼，但心底里却莫名泛起一抹涟漪。对了，那个保安队长陈兵的工资，照他说的做。叶未央开口，引得安妮一脸愕然。叶总好像有些口是心非啊，嘴上说着林大哥不咋样，可似乎对林大哥言听计从呢。慢点，你慢点，车速太快了。美容医院，冯乔生，叶未央身边那个姓林的究竟是什么人？刚刚做完手术的赵小黑一脸怨毒地盯着冯乔生。冯乔生咽了一口唾沫，他早就听闻过赵岩有一个烧杯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赵小姐，那个林不凡好像是叶未央的男人。冯乔生将自己知道的有关林不凡的一切都告诉了赵小黑。听到林不凡的光荣事迹后，赵小黑眼睛不由眯了起来。怪不得连阿龙阿虎都不是对手，看来那个家伙有两下子啊。是啊，赵小姐，赵公子突然去世了，我也很伤心。当初我就是因为听了赵公子的话才跟叶未央作对的，如今我那8000万被叶未央用1块钱抢走了，您可不能不管啊。冯乔生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一副凄惨的模样。
赵小黑斜了冯乔生一眼，冯副总，以后你跟在我身边替我做事好了。真的？冯乔生顿时一喜，禁不住凑上前一把抓住赵小黑的手。赵小姐真是大善人啊！以后赵小姐有什么吩咐，我冯乔生绝对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见赵小黑竟然没有训斥自己，冯乔生正想更加放肆一下，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，冯乔生捂着眼睛，啊！炸弹！炸弹啊！医生似乎也听到了声音，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又炸了！病房里瞬间乱成了一团。冯乔生的一只眼睛被炸得已经出血，惨叫连连。那些医生跟护士快速给赵小黑修复那个碎掉的木瓜，其中一名医生边动着手还一边说道：“赵小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手术刚刚做完，伤口还没长好，现在又因为挤压太大，已经造成习惯性爆破了。”习惯性爆破？赵小黑脸色黑得跟他的名字一样。闭嘴，给我处理好！如果处理不好，我要你们的命！赵小黑本来就不挑嘴，原本想着跟冯乔生暧昧一把，谁成想会这样。不仅如此，手术前还抽血化验过，他竟然真的得了那种病。他完全没想到会被林不凡说对，幸亏发现及时还能控制，同时心里对林不凡的怨念愈发加重了几分。姓林的，如果不让你成为老娘的泉下之鬼，老娘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另一边，我对赵小黑的事自然不知道，此时正躺在椅子上拿着手机看着小说。这个小说写的真扯淡，还什么我的角色女房客呢？搞了那么多女人，还不如人家冯豆豆生了7个葫芦娃，真没用。结尾那么仓促，回头给作者递刀片去。这时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安保部的门口。叶总，有啥事？下班了，你是司机，带我回去。这么快就下班了？我看了看时间，竟然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。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直接走出安保部。上来。我的车在车库。我的车在这里，要不要走？不走我先走了。你。叶未央气急，但想起自己的车技，还是坐到了我的后面。搂好了。你不会想占我便宜吧？拜托，有什么好占的？就算是你紧紧抱着我，跟男人抱着我有什么区别？你个臭流氓！叶未央抬手在我的腰上掐了一把。我去，你干嘛？谁让你说我的？男人都是一个德行。我呸，就跟你们女人不是一样，让你抱好就抱好。摩托车陡然间往前一窜，叶未央一个踉跄，下一秒，摩托车的速度陡然间加快。叶未央吓得一下子抱紧了我的腰。林哥，不愧是林哥，我辈子楷模啊！你瞧瞧，让你报警你还不听。慢点，你慢点，车速太快了！叶未央吓得尖叫了起来，抱得愈发紧了。然而我却哪里会听，一路风驰电掣，眨眼间就窜出了老远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叶逢春打来的。喂，啥事？凡哥，叶蔷薇酒吧集合啊！你让我找的人我也找到了，顺便告诉你啊。成，那10分钟后见。你下车吧。叶未央此时已有些眩晕，听到我的话有气无力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哥找我有事啊？找你干什么？男人之间的事，女人少插嘴，赶紧下车。你这算什么狗屁司机？回头我一定要向苏妲己告状！下车就下车。叶未央心里骂了林不凡祖宗18代100遍，最后无奈的拦了辆出租车。10多分钟后，我来到了叶蔷薇酒吧。凡哥，你买摩托了？一看到叶逢春的打扮，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。我去，你究竟是来泡吧的，还是来卖弄风骚的？凡哥，泡吧不就得个性一点吗？你这也太特么的个性了。随后我拍了拍摩托车，我这车怎么样？你瞧瞧，表面光滑透亮，稍微一摸就细腻柔和，触感十足，骑在上面那叫一个舒服，而且在开起来后，那声音让人浑身都心旷神怡。叶逢春听着听着，怎么感觉林不凡并不是在描述摩托车，但是又没证据，只好不知所措的点头，接着将一张小纸条拿了出来。对了，凡哥，这是你让我找的那个人现在的住址。我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以前隔壁阿姨张小花现在的住址，点了点头，将小纸条揣进了口袋。凡哥，据上次抓的那个女人的消息，那个嫌犯会在这个酒吧里出没，专门会找一些好勾引的女人。今晚你准备怎么办？钱袋够了吗？够了。嘿嘿，为了这次行动，我向上头申请了2000块钱的资金，上头居然大方的答应了。2000块钱？一般人泡一次酒吧，2000块钱哪里够？更何况还是2个人。什么？少了？凡哥，这是我申请的极限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那是清水衙门，资金并不是很充裕。算了，那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。我泡吧从来不用花钱。对了，你不是想学泡妞吗？一会儿看着点儿。叶逢春赶紧点头，一脸求知若渴的表情。旋即我径直来到了门口一个穿着艳丽的美女面前。美女，我的貂蝉在腰上。听到林不凡的话，叶逢春一脸问号。泡妞咋还跟貂蝉扯上关系了？难不成这是准备用三国来切入？哦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三国里面全是斗智斗勇，泡妞也是这样。凡哥大智慧啊！然而就当叶逢春准备拿出小本本默默记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美女瞪了我。你他妈有病啊！
擦，不管用。记得当初怪老头跟自己吹牛皮的时候说过，用这句话泡到了很多美女，包括叶倾城啊。看来怪老头的话果然不能轻信。我转过头，冲着叶逢春招了招手。叶逢春一脸茫然走到我的面前。凡哥，那个美女怎么走了？而且她刚才好像还骂你有病吧？逢春啊，我这是给你做反面示范，你记住，用这种低级的打招呼方法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。叶逢春一愣，顿时宛如醍醐灌顶。原来如此，凡哥，我明白了。泡妞时不能提貂蝉，应该提诸葛亮，对不对？毕竟貂蝉只是靠美色，而诸葛亮才是真有智慧。你这理解力也是无敌了，聪明。我冲着叶逢春竖了一个大拇指，哈哈，谢凡哥教诲。叶逢春顿时乐滋滋的模样，仿佛已经成为了泡妞高手。进入酒吧后，我带着叶逢春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刚刚坐下，旁边就响起了一道醉醺醺的声音：“美女，过来陪哥哥喝一杯。”慢点，你慢点，车速太快了。进入酒吧后，我带着叶逢春找了个位置坐下。刚刚坐下，旁边就响起了一道醉醺醺的声音：“美女，过来陪哥哥喝一杯。”对方一把拽住一名女服务员：“美女，看你眼生啊，是新来的吧？把这杯酒喝了，这些钱就是你的了。”先生，我是这里的服务员，我不能喝酒。那名女服务员满脸紧张，一个劲往后退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你也不看看老子是谁？这家酒吧都是本少爷家的，一个服务员而已，还装清高，信不信本少爷一句话，你就得乖乖来伺候本少爷？女服务员眼眶发红，强忍着泪水。大哥，这位大哥，我真不会喝酒，我只是在这里兼职。本少爷再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我滚过来跪下喝酒。周围的目光纷纷望向那边，女服务员咬着嘴唇，眼泪宛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而下。这该怎么办啊？如果今天不照做，那就是得罪顾客，指定会被经理辞退。一旦被辞退，工资就拿不到了。可是就在女服务员即将要跪下的时候，却被人拉住了。女服务员一怔，扭头望向拉自己的人，眼中顿时充满了惊喜。林先生。套路妹，蛮巧嘛！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卖自己摩托车的那个傻乎乎的女销售，笑了笑道：“怎么，白天做销售，晚上来酒吧做服务员？你很缺钱？”林先生，我……好了，去忙吧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林幼娘不用理会那个醉酒青年。哪里蹦出来的不长眼的东西，竟然敢管老子的闲事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啊！我的手指，快给我来人，把这个小子给我废了！周围突然窜出了10余名壮汉，快速将我围在了中间。林幼娘吓坏了，望着那群大汉中的一人颤声道：“蛇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跪下喝酒，现在就跪下喝，跟这位林先生没关系的。”小丫头，你怕是不知道这位爷是谁吧？这位爷是吕少爷，这酒吧一条街姓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吧？林幼娘闻言脸色愈发苍白，连忙拉着我：“林先生，这酒吧一条街是吕爷的地盘，你快走吧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啊。”套路妹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什么姓吕还是姓狗，管我屁事！随即我扭头望向那群壮汉：“这个丫头我保了，你们可以滚了。”好小子，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说罢，蛇哥挥起拳头就准备对我动手，然而还没等碰到我，一只脚却直接将蛇哥踹得倒退了出去。凡哥，一群混混，交给我，有本事冲老子来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叶逢春倒还有两下子，眨眼间也撂倒了好几个人，但是那群混混人太多了，叶逢春见再打下去自己恐怕真打不过，正想报出自己警察的身份，又有一道声音响了起来：“都住手！”所有人都停下手来，纷纷抬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。是叶蔷薇，天呀，叶蔷薇来了！听说这个叶蔷薇是吕爷的女人啊，长得竟然这么漂亮，怪不得替吕爷打理着好几家酒吧呢。只见远处走来一名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女子，女子看起来也就27、8岁，烈焰红唇之下却是给人一种强力的压迫感。看到女子，蛇哥等人纷纷朝着对方弯腰施礼。蔷薇姐，那名被掰断手指的男青年也挣扎着爬了起来。吕峰见过小娘。叶蔷薇淡淡扫了吕峰一眼，在看到吕峰的手指被掰断时，嘴角浮现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怎么回事？是他们。吕峰正想开口，叶蔷薇却指了指林幼娘。你来说。林幼娘根本不敢正眼看叶蔷薇，低着头颤巍巍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蔷薇姐，林先生只是好意，并不想招惹吕少爷，求求您了，千万不要怪罪林先生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在替我担心呢。这个丫头人还蛮好的嘞。叶蔷薇看了一眼我，又看了看叶逢春，目光在那些被叶逢春打倒在地的混混身上扫了一眼。小蛇，我似乎跟你们说过，不准你们踏入叶蔷薇半步吧。蔷薇姐，吕少爷出了事，
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呀。我知道错了这次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都给我滚出去！小娘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吕峰，酒吧一条街虽然姓吕，可他是你爹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而且这家叶蔷薇酒吧是你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我的手指头……吕峰举起手指头，瞪着通红的眼，气欲喷火。自己有本事，出了这道门，你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可现在立刻给我滚，再不滚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，叶蔷薇，算你狠！你不就是仗着我爸喜欢你吗？你不过是个破鞋，早晚有一天我爸会厌倦的，到时候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。敢玷污蔷薇血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那是一名身材魁梧、眼神凶煞的壮汉，壮汉足有1.9米的块头，只是瞪着吕峰，就让吕峰心生惧意。算你狠！吕峰似乎知道这名壮汉不好惹，捂着脸狼狈离开。现场一片寂静，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叶蔷薇是吕峰的小娘，却不跟吕峰站在一边。林幼娘更是满脸诧异，战战兢兢抬起头来。蔷薇姐，你是新来的？我是东海大学的学生，只是晚上来这里打工的。这里不适合你，山子，给这个小姑娘把工资结了，多结1个月的，让她走吧。吴山点头，正想答应，林幼娘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蔷薇姐，不要辞退我啊！我回头一定好好干，再不给您招惹麻烦了，求求您了。我说了，这里不适合你。吴山上前将林幼娘拉了起来。走吧。蔷薇姐，您惩罚我没事，求您千万不要找林先生的麻烦啊！在他看来，叶蔷薇辞退自己肯定是在替吕峰报仇，而接下来恐怕要收拾林不凡了。见林幼娘还想再替自己说话，我却是直接出言：套路妹，你先走，我没事的。这个女人气势太强大了，而且跟在她身边的壮汉一看身手就不错，不过看她的样子，似乎跟吕峰并不是一路人。凡哥，那个叫山子的家伙给我压力很大，回头实在不行，我得暴露身份了。咋了？你害怕了？凡哥，那家伙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他。呵呵，这不还有我吗？凡哥，你虽然很能打，但不见得是那个家伙的对手。切，你懂什么？我嘴角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那个大块头根本不足为惧，只要将叶蔷薇拿下，大块头也得乖乖低头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叶蔷薇更不好招惹，你怎么拿下？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敢开玩笑？那个吕峰跟蛇哥一群人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小混混，没啥好担心的。但这个叶蔷薇气势如此之强，明显不好招惹。关键你还想泡人家？瞧我的！我邪魅一笑，往前走了2步，径直来到叶蔷薇面前。干什么？吴山见林不凡竟然敢靠叶蔷薇这么近，下意识伸出去推林不凡，可这一推却宛如推在了一座山上。吴山一愣，还以为是错觉，手上的力量骤然间加大，结果下一秒，吴山没把林不凡推倒，自己反而倒退了数步。看到这一幕，叶蔷薇瞳孔不由微微一缩，眼中浮现出难以置信之色。是你断了吕峰的手指？我却答非所问。美女，我的貂蝉在腰。